我的妻子为了成就无垢女帝，不惜与我提出和离分手。可她不知道我是魔域万年才出的永夜魔帝，只是当初验证了杀伐，才选择了退隐与她成婚。哪怕系统出现告诉我，只要和离分出一半修为，就能100万倍返还修为给我，我也不为所动，因为为了孩子，我也不想与他和离。他终于要突破了。叶君临，把孩子照看好了，别影响我姐的突破，知道吗？怎么跟姐夫说话的？姐夫，别理他，我来帮你照看孩子。果然，青莹选择和离，就能成就无垢女帝。相公，我们和离吧。给我一个理由。我想要变得更强，对不起。青莹，别浪费时间了。你刚成就无垢女帝，若再不和离，恐怕会影响日后修为进展。跟我说，有没有人逼你？没有，对不起了。好，那我祝你前程似锦。恭喜宿主主动和离，宿主即刻被分走1半修为。绝了，真是绝了！果然和离后，青莹的修为能更加强悍。下面开始为宿主100万倍修为返还。修为已经返还成功，但宿主1半修为的100万倍实在是太过恐怖，系统不能快速传入宿主身体，只能先存放在宿主识海里面。宿主需要用多少，自己随便提放出来使用就行。温馨提示：如今这世界根本做不到一次性让你释放所有实力，否则这世界将会崩塌，所以用的时候注意一些哦。孩子们，我已经问过你们，你们决定好跟娘亲还是你们爹爹？正然，紫萱这2把绝世兵器，正是你们娘亲提前为你们准备的。过来这边，兵器就属于你们了。往后跟着你们娘亲，他日绝对能称帝。爹，孩儿对不起您。以后爹就管不了你了，好好听你娘亲的话，努力修炼。紫萱，你过来，这把剑就是你的了。爹，女儿永远支持你。紫萱，你年纪尚小，还不清楚其中厉害，你要多为自己未来着想。你跟着你父亲，终生无望帝境。帝境，即使不靠你们，我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达到。淼淼，你呢？娘亲是大坏蛋，我再也不理你了。爹爹，我们走，我不想在这里了。淼淼，你先睡会，爹爹跟他们说几句话，就带你离开。你刚才利用各种东西蛊惑我的孩子，要不是孩子在此处，你已经是死人了。你是魔域之人，还是大地境巅峰修为？紫萱，跟爹走吧，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他居然是魔域的大地境巅峰强者，实力真的是重要的吗？姐夫对姐姐有多好，对家人也很温柔，魔域强者又如何？只怪姐姐不会珍惜，错过了如此好男人。离开了1000年，也不知道那些老东西们或者新一代们有没有进步。爹爹，这里是什么地方啊？这里是爹爹的宝库，刚才你弟不是得到了一把绝世宝刀吗？爹爹把以前的武器给你。老伙计们，好久不见了。紫萱，这把绝世宝剑名为九域噬仙剑，我更喜欢叫它一开始的名字草剑愁。今日爹爹就把这把剑给你了。草剑愁，这是我的宝贝女儿，好好辅佐我女儿，知道吗？爹，这太珍贵了吧，我怕我配不上。你是我女儿，流淌着我的血，这天地间便没有你配不上的东西，只有你不喜欢的东西。爹爹，你和以前好像不一样了。那你得好好适应一下了。到了魔域这边，你爹爹我可能就要改变一下形象，让你看到你们没看到的一面了。还有，爹爹在这边敌人也不少，以前把他们都打服了，如今爹爹我离开了很长时间，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又行了，诡计多端的他们或许会拿你们来限制我，所以爹爹得给你们一些东西。知道了，爹爹。爹爹，这是给淼淼的吗？看起来好丑啊。
血炉斩桩，听到没有？我女儿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自己变一下，变成小孩子喜欢的样子。子轩，接下来爹爹要让你重修魔域的功法，因为在这里使用仙虚的功法太过扎眼。一切都听爹爹的安排。好了，爹爹带你们好好逛逛魔域，走吧。魔灵城那位老东西修炼的魔功很不错，应该也契合女儿的体质，要过来让女儿修炼一下，看看合不合适。就是这家伙有点嘴碎，怕是见到他不久后，我回来的消息就会很快传遍整个魔域。不过这也是好事，反正这次我回来了，就不会再离开了。我与妻子和离失去了一半修为，系统马上就100万倍的返回于我。如今我带着2个女儿回到魔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女儿重修魔域功法。爹，这魔域的城市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呢，我还以为这边的城市会很乱，到处都是打打杀杀。其实魔域这边的城市跟仙虚那边大差不差，就是这边修炼体系不一样一些，吸收魔气修炼一不小心就容易走火入魔，滋生心魔，所以这里的人稍微比仙虚那边的人好斗一些。原来如此。爹，那边有人在战斗，他们真不要脸，4个人欺负1个。怎么，你想去帮他？可是我怕出手使用仙虚的功法，会引来魔域之人的围攻。不用担心这么多，有爹爹在，做你自己想做的。好的，爹爹，那我去了。道友，我来助你。他手里拿的好像是10品绝世宝剑。这小丫头不是咱们魔域的人，她使用的是仙虚那边的灵气。诸位道友们，这仙虚之人竟然有胆来到我们魔域，并且还有如此宝物，我们联手将其击杀，宝物有缘者得之。好，此剑是我的了。仙虚之人，10品宝剑，没想到来此一趟，老夫竟有如此奇遇。小女娃，把老夫的宝兵交出来。不好，是圣王境强者。哈，大地境，既然是大地境的强者，是小辈有眼无珠。前辈您继续，小辈这就离去。留下一条手臂。子轩，你们继续。不好。爹，这宝剑很趁手呢。女儿在魔域使用仙虚那边的功法，还是有点过于引人注目了，得赶紧给女儿找一门适合的功法，再用点手段洗涤掉以前修炼的底子，完全转换成魔息才行。远远的就感知到了10品绝等宝剑的气息，还以为感知错了，没想到还真是。哈哈哈哈哈！本地前来这边，这趟没有白跑。好家伙，来了一个圣王境不说，现在还来了一个大地境中期强者。他好像是行尸宗的大地强者，这下有好戏看了。这把宝剑应该是你的吧？是我送给我女儿的，怎么，你想要？你女儿居然修炼仙虚那边的功法，有意思。我给你们一家子一条生路，把这把宝剑献给我，我放你们离开，不然怎样？把你们炼成我的尸魁。这不可能！当初你们老祖去世前说的话跟你一模一样，你们行尸宗这一脉还挺有默契。大地境强者就这么没了？这人是谁？魔域什么时候出了如此厉害的人物？是谁在本地城里闹事？不知死活！是城主，魔灵城城主，可是魔域最顶尖的强者之一，大地境巅峰境界，听说还是以前那位老魔帝的少有的好友之一。这下这人要遭殃了。这老东西还是这么爱装。我与妻子和离失去了一半修为，系统马上就100万倍的返回于我。而我刚带着2个女儿回到魔域，就遇见了1000年前的一位故友。谁在本地城里闹事？不知死活！这老东西还是这么爱装。谁呀？敢做不敢当吗？是你爷爷我。大胆！你既然敢，
果然是你这家伙，这些年究竟去何处了？我找你找的可惨了。别动，晃到我女儿了。这是你女儿？你怎么有女儿啊？爹爹，这是谁啊？表喵，叫人就叫他老顽童，他是爹爹以前的朋友。爹爹，他看上去这么老了，不是应该叫他爷爷吗？嘿，应该叫爷爷，我可比你爹年长好多倍呢。你小子居然有这么可爱、这么懂事的女儿，这狗老天不公啊！这是我小女儿淼淼，还有这是我大女儿子轩，淼淼子轩，以后你们就叫她萧爷爷了。子轩见过萧爷爷。老天没眼啊！你居然有2个这么可爱的女儿！此处人多，找个安静的地方坐着聊吧。我此次回来就不离开了，帮我找一个适合定居的地方。你自己说的，留下来不要反悔了，以后就在我这里定居了。先等等，你叫什么名字？禀前辈，小女子全名孙敏姿。你可有去处？我女儿第一次前来魔域这边，你们年纪相仿，对魔域这边很多事物都不了解，我需要你之后带她熟悉熟悉。行，从今往后你跟着我们。子轩，以后这就是你在魔域这边的朋友了，好好相处。好的，爹爹。这女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你就没有发现她身上有股特殊的气息吗？而且她姓孙。你是说她是她的后代？概率很大。好了，我这有一个好地方，你们随我去吧。这人刚才好像对雷霄大帝开玩笑来着，雷霄大帝竟然没有生气，这简直太神奇了。我记得雷霄大帝很少朋友，常常独来独往的，只是和上一代魔帝。你的意思是，刚才那位是上一代魔帝？不可能吧，上一代魔帝可是杀神在世，他长得也不凶神恶煞啊。如果是的话，魔域今后怕是又要大乱了。这地方怎么样？平日里都是我自己一人住，你来了就给你吧。你这院子怎么跟我以前的一模一样？那个没办法，以前去你那习惯了，回来就照着弄了一个。爹爹，我有些饿了。饿了吗？那咱们今天有口福了，你萧爷爷的手艺很不错哦。喵喵，萧爷爷这就去给你做吃的。今天咱们吃烤肉，你们等着。好吃啦！喵喵，慢慢吃，今天烤肉管够啊。爹，其实我有点好奇，你在魔域这边具体是什么身份？问你萧爷爷吧。萧爷爷，我父亲在魔域这边是否很出名？你爹啊，只是比老夫强一点点罢了。他以前在魔域这边，大家都叫他永夜魔帝。敏子，你一直在魔域这边，应该听过我爹的名号吧？敏子，你怎么了？我与系统隔离失去了半修为，系统马上就100万倍的返回于我，而我时隔1000年回到了我，没想到我那永夜魔帝的称号还有人。敏子，我爹这人很好的，你不用怕。我不怕。难道我爹的名号真的很出名？永夜魔帝，魔域亿万年最强天才，称帝之后，大地境初期的实力，能够碾杀大地境巅峰老魔，整个魔域无人不认识永夜魔帝。爹，你以前这么厉害，怎么从不跟我们说啊？没办法，以前在仙虚，不好暴露身份。反正以后你只需要记住，有爹在，你想做什么事情都不用畏惧，有我给你兜底。你的意思是，你那仙虚的妻子从始至终都不知道你的实力？
不知道你是永夜魔帝，然后提前知晓自己会拥有无垢地位，所以就提前想好了离开你，并且在称帝之后第一时间当众跟你和离。你也因为对方此举心灰意冷啊，所以带着女儿回来了魔域。这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傻的人啊！他应该是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样的男人吧？永夜魔帝呀，世间无敌的存在，一人杀穿整个魔域，更别说是仙虚了。一人杀穿整个苍冥大陆，那都是一句话的事情了。所以，你真的已经决定放下这个女人了？你清楚我的为人，过去就过去了。感情这种东西，就像是一面镜子，破镜难圆。好，我老萧无条件支持你。咱们魔域这里也有不少好女人，偷偷告诉你，有几个美女几乎每年都来我这里找你一次，尤其是那雪天飞，在魔域这里找了你1000年，听说还去过仙虚那边找过你，但不小心暴露了魔域强者的身份，被那边的大地强者联手围攻，最终负伤回来，疗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小妞是真心喜欢你啊！她还去过仙虚那边。是啊，不过你也清楚，过了那界壁，实力就会大打折扣。她没死在那边，算是福大命大了。如此女人，你怎么就看不上人家呢？不聊她了，说正事。你那功法丢我一本，我给我女儿修炼试试，看看合不合适。那好说，如果不合适，我们再找其他人的功法。就我们这关系，你女儿就是我女儿，找遍整个魔域，我都得给他们弄来合适他们的功法。爹爹，苗苗也要修炼，我也要修炼到大地境。好，老萧也给我们将娘俩传功法。爹爹，苗苗这样算是能够修炼了吗？我的娘呢！看样子，我家淼淼比你更适合修炼这功法。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刚能修炼这功法，就能凝聚出紫雷。我收了这么多徒弟，没有一个能做到，不愧是你女儿啊！紫萱好像不太适合你这门功法，我感觉只有90%与她契合。你怎么不让她修炼你自己的功法？小时候让他们兄妹3人都试过了，不太适合他们。谁叫你那功法太过霸道？不如你让紫萱试试雪天飞的那门功法。你又来了。好了，先别说这个了。昨日忘问你一个问题了，这些年有没有见我那小黑子？你那契约兽黑龙吗？我还真见过，那家伙偷走了我的宝贝。偷走了你什么东西？大概是500年前，他突然来到了魔灵城。我发现他后大喜过望，因为你就在魔灵城里面，于是找到了他，问询你的下落。可那家伙非说也不知道你在何处，我自然是不信，就把他留在城内。他似乎也没地方去，就在我城内住了一段时间。但我天天找他问询你的行踪，他可能是烦了，突然不辞而别。而我之后发现，我那雷焰剑不见了。然后呢？啊，还有然后，我根本找不着。我可跟你说，你得赶紧把我的雷焰剑拿回来，那可是你的契约兽。可我也不知道他如今在什么地方。你不是有契约吗？我解开了一半。小青叶，你有他的消息了吗？为什么最近没有与我联系？我与妻子和离失去了一半修为，系统马上就100万倍的返回于我。没想到我刚带着女儿回到魔域，曾经疯狂追求我的魔域女帝就找上了门来。小青叶，你有他的消息了吗？为什么最近没有与我联系？不进来坐坐吗？你这个死鬼，这些年跑哪去了？我去哪？关你什么事？是不关我的事，但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可知晓我这些年找你找的有多难受？坐下来聊吧，你还是和以前一样，那一身毛病都没改掉。没有，改了挺多的。
阿姨，你好厉害啊！我看你好像能让东西结冰，你能不能帮我把外面那只西瓜弄成冰西瓜？好的呀。好耶，可以吃冰西瓜了。爹爹，你要吃吗？你叫她爹爹，这是你女儿。妙妙，子轩，叫雪姨。雪姨你好，雪姨好。不只是一个女儿，而是2个。这个女儿还这么大啊？为什么？要不我去忙点事情。你坐着就行。你这些年去了何处？我找了你很久，就是找不到。仙虚，我就说呢，魔域里根本没有你的踪迹。不过我也去过仙虚那边，但差点死在了那里。我从老教这里听说了此事，伤势如何了？休养了一段时间，已经痊愈了。那个，你在那边成婚了吗？2个孩子挺好看，也挺可爱的，不愧是你孩子。你妻子她人呢？她的仙虚。为何不带回来？还是说你这次只是回来看看我们，之后回去？我们已经和离了。和离？你说你们和离了？那可真是可惜啊。那你以后还会回去吗？可还有再续前缘的打算？不回去了，破镜难圆。确实，感情这种事情确实是出了问题就无法圆回来了。然往前看，这2个孩子岂不是没有娘亲带了？比较大的那个孩子还好，小的孩子还小，你有没有考虑过给他们找个后娘？还得是雪天飞啊，果断进攻，就看叶君临怎么接了。由我带孩子就行了。你总不能又当爹又当娘吧？其实我觉得孩子得有娘带才行，而且还是2个女儿，有些事情你不好插手的呢。以后再说吧。刚和离，我对感情没有了任何想法。好吧，那以后要是想给他们找个后娘，记得跟我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很不错的人选呢。你要推荐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吧？那个，我大女儿需要修炼魔域功法，如今我在找与她十分匹配的功法，想看看你的功法适不适合。这个简单，我把功法传她试试就行。那就多谢了。都说了不用跟我如此客气，那我去找孩子试试。我得多和孩子们亲近一些，争取拿下后娘这个身份。等孩子们都喜欢我了，叶君临这个死鬼再有意见，也只能听孩子们的了。我真是聪明。2个好看可爱的公主，雪姨来找你们了。雪姨方便进去吗？我一直跟你说，这女人是有挺多缺点的，但对你的事情那是真的上心，是一个值得好好被你对待的女人。雪姨，你进来吧。你们在屋里做什么呢？我在了解魔域这边的情况，影子给我写了一本关于魔域这边很多东西的手册。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跟雪姨说。雪姨对魔域这边很是熟悉，或者你想出去走走的时候，可以找雪姨，雪姨带你出去玩。好的，多谢雪姨了。没事没事，这是雪姨该做的。对了，你爹让我把功法传给你，让你试着修炼一下。你现在有空没有？有空的。那好，你在床上盘坐着吧，我直接传你。好的。好了，功法传输完毕，你先试着修炼。要是之后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问雪姨，雪姨会耐心跟你说的。爹，这功法修炼起来比修炼少爷爷的功法让我惬意太多了，感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都没有。没错，这门功法跟你完美契合，以后你就认真修炼这门功法吧。那我之后就用这功法把仙虚那边修炼的功力都转换过来就行了吗？你转换不了，爹爹我帮你。你们大家先出去吧。爹爹，我也出去吗？没错，别吵到你姐。你不是想吃冰西瓜吗？让你雪姨去给你做。好耶，雪姨，我们出去吧。有没有？以后还想吃这种西瓜，可以跟雪姨说。这块传音玉简你拿着，你可以输入魔气进入里面，就能给雪姨传音了。或者有什么心里话想跟雪姨说，也能传音跟雪姨说呢。好的，雪姨。苗苗，你是很喜欢吃冰的东西吗？不是，只要好吃的东西我都喜欢吃。
原来是个小吃货啊，那就好说了。苗苗，魔域这边还有很多你没吃过的好吃的东西，如果你想吃的话，雪姨都可以给你找来哦。是吗？雪姨？是的，不过我们现在的关系还不是特别亲密，我们的关系变得特别好，雪姨才能帮你找来这些好吃的呢。那从今往后，雪姨就是我在魔域这边第二好的朋友就行了。只是第二吗？那第一是谁啊？不会是你爹爹吧？爹爹自然不是朋友了，爹爹是淼淼最喜欢的人，第一号的朋友就是萧爷爷啊。萧青逸，敢抢我第一的名头？不是，姑奶奶，你又对我释放杀意是什么鬼？我没得罪你啊！哄好了叶淼淼，雪天飞找到萧青逸，了解了叶君临在仙虚发生的事，在得知他的妻子是为了成就污垢女帝，才选择和叶君临和离后，雪天飞差点气笑了。太不可思议了，是吧？当时我听到他说的这些，我也跟你一样的表情。污垢地位虽然不错，跟永夜地位差不多，但这他娘的再怎么修炼，能有他强？修炼到底了，若是没有在其他方面突破，能不能和如今的我打平还是一回事。就这种条件，因为想要变得更强，离开他，这是蠢不可及啊！对，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反正以我对叶君临的了解，他几乎不可能会回头啊。你成功追到他的概率还是挺大的，你得努力了。我突然觉得你有点顺眼了，不错不错，你继续保持，以后我就不揍你了。我说了，我一直很赞成你跟他在一起，也多次劝说他跟你在一起，你怎么就不信我呢？1个时辰过去，叶君临为女儿叶子轩转换了功法，还从系统返还的修为提取了1点，为女儿提升了修为。做完这一切后，叶君临在仙虚那边的传音玉符突然收到了消息。贺老，有事吗？君临啊，我感觉我不想继续在仙虚这边待着了，没意思，我能不能去魔域那边找你？君临啊，我感觉我不想继续在仙虚这边待着了，没意思，我能不能去魔域那边找你？贺老，发生了何事？你离开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了你是魔域那边的大地境强者吗？而你我的关系，整个仙虚都知晓，我们好的能穿一条裤子。如今很多人都说我背叛了仙虚，把魔域的人引到了仙虚之中。反正在我眼里，仙虚之人和魔域之人都没有多大区别，只是阵营不同罢了。我也不在乎什么，但风言风语还是让我烦躁。我已经在这边找到定居的地方，不过你这是打算过来住一段时间，还是长久居住下来？如果不会被那边的人发现追杀我的话，定居也不是不行。毕竟你也清楚，我在这边也没有其他朋友了，就跟你关系最好。还有我最喜欢的2个丫头都在你那边，你那儿子，跟我可能是八字不合，聊不到一块儿去。那行，有我在，你想在这里定居多久都行，没有人敢对你出手。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你小子还真是有点东西，那一身大地境巅峰修为隐瞒了这么久，连我这个老头子都没有发现。嘿嘿。对了，你孩子他小姨也想跟我一起过去，他说想去看看2个孩子。行，你们到了仙虚与魔域链接的地方再给我传音，届时我亲自去接你们。好，那届时我再给你传音，我好好收拾一番。爹爹，小姨和爷爷都要过来看我们吗？太好了，我先给小姨和爷爷打扫房间。叶君临的前小姨子也要来魔域吗？姐妹之间一般不仅仅长得很像，性格也差不多。很好，我倒是看看那女人的妹妹究竟怎么样。君临，我已经到了界壁这边，你人在何处？何老给叶君临传音发出去，没过一会，叶君临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姐夫，贺老，你们是第一次来魔域吗？肯定是第一次，有点紧张。你小子可得保护好我们了。放心，在魔域这边无人能伤及你们。好了，跟我来吧，孩子们已经等着你们了。君临，你刚才带我们赶路了多远？几十万里吧。什么？几十万里？到了。何爷爷，小姨。好孩子，
在魔域这边可还适应？何爷爷，我们挺好的，吃好喝好睡好呢。何爷爷，要不要吃冰西瓜？可好吃了。先不吃了。何老、小姨，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房间，快请进吧。君临，这两位是？都是我在这边的朋友，你们两人自己介绍一下吧。鄙人雷霄大帝萧青翼，魔域这边的顶尖强者之一，也是他的多年好友了。两位道友怎么称呼？原来是萧道友，鄙人何轰，是仙虚那边的一个炼气实力比较不错的小老头而已。徐允仪见过萧前辈。雪天飞，魔域顶尖强者之一，也是他的追求者。我叫雪天飞，魔域顶尖强者之一，也是他的追求者。哈哈哈，想不到君临在这边更加受欢迎啊！咦，等等，这女人怎么这么像那日被一群仙虚强者围攻的那位魔域强者？好了，别聊这些有的没的了，你们远道而来，先休息休息。你这里挺不错的，我决定了，就在此处定居了。反正我这小老头就喜欢研究炼气，其他外界的事情也不在乎。这里给我弄一个炼气的场所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我忙完后还能看到这两个孩子。哎，我真喜欢你这两个孩子，很想看着他们健康长大。两个孩子也很喜欢何老你。我这段时间让人给你弄个炼气室，以后需要什么炼气材料跟我说就行。你初到魔域，我必定给你安排妥当。这多不好啊！不要我帮忙，那你自己弄。那老夫就只能勉为其难了，但老夫也不能占你的便宜。你以后想要炼气，直接差使我就行，免费给你炼。这可是你说的，以后免不了用到你这个免费劳动力。小姨，你这次要在这里住多久？看情况，小姨尽量在这里多陪陪你们两个，等你们适应了这边的生活，小姨也就回去了。那我们就一直不适应。你这个小机灵。小姨，你看看我现在的修为如何？你这怎么突破了一个大境界了？而且我的修为都已经转化成了魔域这边的修为了呢。这些都是爹爹帮我达成的。小姨，你知道吗？爹爹在魔域这边可是无敌的存在。才几天的时间就能让子轩的修为转换成功，还提升了一个大境界。正然那边有姐姐和姐姐师尊的帮助，也才晋升了2个小境界而已。看来姐夫真的是魔域这边最顶尖的强者之一了。对了，小姨，你看我这把神兵10品的宝剑，也是爹爹送我的哦。小姨，你看淼淼也有呢，也是爹爹送我的。我这姐夫太神秘莫测了，单就这2件宝物来看，在仙虚那边绝对没有。姐夫竟然直接把这么宝贵的宝物给了他2个女儿，若是姐姐也拥有这2件宝物，会不会也拿给2个孩子？不会，姐姐绝对不会给孩子的。姐夫，我能否单独跟你聊聊？他姐都跟他和离了，怎么还叫他姐夫？而且单独聊天，不知道男女单独聊天很不妥吗？这有什么的？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叫了1000年姐夫，一时半会也改不了。你帮谁说话呢？说了你又不爱听，那我闭嘴好吧？姐夫，我替我姐给你道歉。又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你道什么歉？姐夫，你很清楚我姐的性子，我从小被她带大，更加清楚她对于实力的渴望。但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如今这般地步，并且没想到她能够放弃现有的一切。你就别说了，如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一切都回不去了。而且你道歉也没用，此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个好姑娘，但有时候就是太好了。姐夫，我还想替郑然和我弟道歉。行，你要道歉是吧？那你总得有点诚意，或者有点表示吧。姐夫，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接受我的道歉？那你从今往后就在这里别回去了，做不做得到？姐夫，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接受我的道歉？那你从今往后就在这里别回去了，做不做得到？我可以先回去好好再道个别吗？好了，不逗你了，我接受你的道歉，行了吧？别再说了，你这妮子，不知道怎么说你了。绝了，当真是绝了啊！君临，这些都是你的宝物吗？你居然拥有这等绝世神兵，你究竟从何得来？这等炼器实力，我从未见过，简直是太过强大了。哎呦我的妈！还有，这2件宝物之所以能成，不仅仅是炼制这2样宝物的炼器师，炼器水平造诣碾压了我，还有这2件宝物所使用的材料。真的是苍云大陆能够拥有的吗？这种金属我从未见过啊！老实说，炼制这2样宝物的家伙，炼器水平确实比你强不少。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之后把他介绍给你，你向他讨教讨教，或者我直接让他教你也行。真的吗？这等炼器强者，真的能让我跟在他旁边学习？何道友，你还不清楚你这朋友有多强吧？反正你信他的就对了。整个魔域没有人敢不听他的话，不然都得挨揍。既然如此，那我就顺势去那天陨魔窟一趟，弄点好材料回来。对了，你们几个没有到大地境的人，都跟着我一起，在那边有一个地方可以洗涤你们的体质，让你们之后修炼到大地境修为更加简单一些。萧青逸和雪天飞听到天陨魔窟4个字，则是忍不住喉咙滚动了一下。他们当初都在那地方吃过不少瘪，甚至差点丢过性命，对那天陨魔窟深处有点心理阴影了，所以他们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老萧，你应该有王断山的传音印记吧？给他传音，让他来此一趟，说是我让他帮忙在此打造一个炼器室，不久后让他帮忙炼器。好的，没问题。那你们2人好好照顾好我的朋友，我去就回。嘿，你们都靠近我一些，等会进入里面深处之后，记得不要离开我的能量保护，否则你们瞬间就会被里面的魔焰蚕食。好了，我们下去。他们那几人是做什么？居然直接往天宇魔窟中心处飞去？这怕不是不要命了吧？就最中心的区域，哪怕没有下去深处，单纯是站在那上方空中1里范围，没有圣王境的修为，多容易化成飞灰呀！没看到吗？那气息显然是大地境，大地境也难搞啊！要是不小心飞落中心处一些，也得重伤。你们试着走入那范围，就能感受到身体会有比较强烈的灼烧感。当然，那不会严重伤害到你们，只会让你们身体很难受。那就是在淬炼你们身躯，忍下来就能获得很大的收获，甚至还能有一些修炼上的感悟。再往外走，只要不出黑盾之外，都算是安全的区域，只是淬炼的效果会更强罢了。记住了没有？知道了，爹爹。好了，记得不要出这黑盾之外，即使是有人出现在这附近，也不用理会，他们再强也进来不了。爹爹我还有事情要忙，可能要离开一会儿，你们好好在此历练，等爹爹回来。好的，爹爹。希望在最深的地方能找到更多的炼器材料。怎么感觉有人在快速靠近？老废物，你看我又比你多踏出了一步，哈哈哈！你就是比不过我。你等着，我这一步快踏出去了。哈哈哈！看到没有，老子又追上你了。哼，等着吧，我很快又能再往前多走一步。你还别说，我也感觉到了。不过不对啊，
怎么可能会有人快速靠近？到了这深度，想要再下去，就算我等这种修为实力，一不小心就得灰飞烟灭啊！刚才怎么回事？好像是一个人过去了。确实是一个人，具体长什么样，我也没有看到。太快了，实在是太快了。难道是最顶尖的那些存在，魔域的魔帝？魔帝不是在魔宫里面吗？他怎么会来这里？我说的不是这个魔帝，这个魔帝听说去到最深的地方也只有20-30多里，所以他不可能在这种深度还能如此飞行。那你说的不会是上一代魔帝永夜魔帝吧？没错，永夜魔帝还未在踏入到大地境的时候，就听说他可以到达这天陨魔窟20里左右的深度了。你想想，他突破到了大地境，并且成功修炼到了大地境巅峰修为后，该能到达多深的地方？可是这永夜魔帝不是消失了上千年了吗？也许人家以前是闭关了呢，现在出关了。哎呦我的妈！怎么这么少人在天陨魔窟修行？而且那2个大地境巅峰修为之人挺面生的，刚突破到大地境巅峰境界吗？看样子也不怎么行嘛，才10里深度就那样吗？这标记还在，30里是我以前能下降到最极限的地方。居然有人能到达这个深度，此人的阵法造诣有点惊人了。而且，居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老家伙，是这1000多年间提升上来的大地境巅峰强者吗？是人？这不可能。确实是人，可是这个深度了，怎么可能有人能如此往下飞去？这还是人吗？叶君灵继续下降，途中他获取到了一块拳头大小的天陨神晶。这东西最适合用来炼器，他准备用这块小的给淼淼炼制一把匕首神器。接着叶君灵继续下降，途中又发现了一块大一些的天陨神晶。这个深度2倍的实力已经有点不够用了，看来得加到3倍了。不错，实力强一点还是挺爽的。哦，竟然有一块这么大的天陨神晶。这一块足够我将很多东西都锻造出来了。这小东西，莫非是还有生命？竟然如此狂暴，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是什么玩意了。哦，倒是挺有脾气，不过你觉得你能伤害到我吗？这玩意似乎也是有点害怕出现黑焰。既然安静了，那你出来吧。你的意思是不喜欢这盒子？这玩意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不过它很特殊，很强大，至少拥有我以前实力的2倍实力。但我也不能让你继续守着那天陨神晶，那玩意我有用，所以你还是进里面吧，带回去再好好研究。看来不能继续在这深度待了，心境有点改变，得离开天陨魔窟，在外休整一段时间，再继续下来修炼。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种修为之人在里面也不会有事？等等，这女子这是拥有先天阵体。原来刚才徐韵仪在阵法中修炼，忽然感悟，觉醒了一种特殊的体质，正是先天阵体。这种体质最适合修炼阵法类的法术。难道这黑盾其实是一种我没见过的阵法？若真是如此，那这黑盾就是这女子的阵法。好，这等资质，若是成为我的徒弟，那我的传承就有人继承了。此女子身上的修为气息，怎么是仙虚那边的灵气气息？看到有人观察，徐韵仪赶紧收起了自己的灵气。早知道就不在此修炼阵法了。仙虚和魔域的关系，我一被发现，必定会遭受打击。你是来自仙虚吗？你不会说话吗？还是你误会了什么？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打算。我发现你有先天阵体，而我是魔域这边阵道最强之人。见到你如此天资卓绝之辈，诞生了收徒之心。你有没有想法接受我的毕生阵法传承？你确定真要收我为徒？我已经确定你来自仙虚那边，这会影响到我之后的教学。只要你答应我废掉这一身修为，重修我们魔域的功法，我便将我毕生传承传给你。
小姨不要。子轩，你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吗？小姨，还是等我爹回来再做决定。前辈，我等我姐夫回来再做决定。等你姐夫回来，你姐夫何时回来？去了何处？还有，这黑色光盾是你布置的阵法吗？这是我姐夫的手段，我姐夫出去忙事情，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你姐夫也是阵法师？我姐夫应该不是吧？洛丹红皱起了眉头，也不知道徐云说的姐夫什么时候回来。他很好奇眼前的阵法是什么情况，于是怀着好奇的心思，伸手去触碰那黑色光盾。然而当他的手指触碰到黑色光盾瞬间，一股强大的气流朝他袭来。爸，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真是你姐夫的手段。前辈，你刚才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啊，这光盾在攻击我。这光盾还能攻击人，还这么猛？爹爹，你回来了。我乃大地境巅峰强者，更是拥有强大的阵法预警，不可能有人能悄然出现在我身后。你是谁？我叫洛丹红。你对我布置在此的魔气护罩做了什么？企图破坏它吗？不是，我只是好奇这是什么，就轻轻触碰了一下。不信您可以问他们。他是不是跟你们说了什么？姐夫，他刚才主要是跟我说话。不久前，我刚在此处觉醒出了先天阵体，这位前辈发现后要收我为徒，但需要我将这一身先虚修为废除，重新修炼魔域修为。不用废除修为，但你是否想拜师？如果要拜师，你应该是不能经常回贤虚那边了。有点想，但我总不能一直在这边吧。你如果是因为你姐和你弟才有什么顾虑，那我还是劝你不用理会他们。你姐如此在乎实力，若你跟她说自己想要在这边提升，她自然是同意的。叶君临想徐韵仪留在魔域，其实是想她帮忙多照看一下两个女儿，毕竟女儿们刚来到魔域，还要一些时间来适应。那我要不考虑考虑，反正也不急着回去。你真想收她为徒，你应该已经很清楚我的实力了。若是你敢对她有什么坏心思，整个魔域乃至整个苍云大陆都没有你的容身之所。我自然不会有任何坏心思，您放心吧。那行，我准备离开此处去魔灵城，你要跟着，还有事情要忙？若是有事要忙，留个传音印记。没有，我没事的。行，那你跟我们走吧。对了，你跟魔域最强阵法师黄浩什么关系？难道你是他徒弟？我不是他徒弟，我是他师姐。还有，他不是魔域最强的阵法师，我才是。你才是最强阵法师。我从小跟他一起拜师，我的年纪比他小许多，但阵道天赋强于他，又快他些许入门，所以我是他师姐。而我这人不怎么在乎外面的风评，与我那喜欢出风头的师弟完全相反。我更醉心于研究阵道，所以我的阵道实力一直比他强。有一段时间，我阵道水平达到了瓶颈，于是在一处地方潜修闭关，整整过去了3万年。既然他是你师弟，刚好你给他传音，让他来魔灵城见我。您认识我师弟？我们关系挺好，你或许听闻过我的名号。您难道就是永夜魔帝？想不到您就是永夜魔帝。那个，我师弟可能短时间来不了见您。为何？上次我跟他斗阵，我不小心把他弄伤了，如今他正在闭关疗伤，短时间内可能出关不了。那算了，等他闭关结束再说吧。如此厉害的虚空传送，他还是人吗？不是，怎么就出去了这么一会，回来就带着一个女人回来了？老王，你来了。哈哈，我还以为被他们骗了，终于是把你等回来了。我已经让他们跟你说，我把你叫来要做什么，你办得如何了？给他说了呀，可是这老东西就是不信我们。你是不知道我被这老萧骗了多少次，被骗多了，我也就是不信他了，这可怪不了我。爹爹，这位又是谁啊？他叫王断山，你想叫他什么都行。哦，那就是王爷爷了。王爷爷好。这女娃是谁？跟君临长得好像，难道是他的女儿？
王爷爷好。哈哈，两个小妮子好。王爷爷不知道有你们的存在，没带什么好礼物。这样吧，这些武器你们随便选一些，当做王爷爷给你们的见面礼吧。哦，你们随便拿，王爷爷什么都没有，就武器多。对，随便拿，我什么都不多，唯独武器管够的。每人多拿一件，你们王爷爷真不缺这点武器。是的，多拿点。谢谢王爷爷，谢谢王爷爷。不谢。去，你们一人给小姨一件武器，一人给敏次一件。听了父亲的传音，两个女儿终于明白爹爹为什么要让他们多拿一件了。小姨，我多了一件武器，给你吧。敏子，给你的。这不好吧？给你就拿着吧，反正也是白得的。那好的，多谢了。谢谢苗苗。不用谢，小姨。对了，这两位是？对呀，这位道友是谁？你们不用管，来，主要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我在仙虚的好朋友何红，你们刚才可有了解？我都没被君临如此用手搭过肩膀啊！我也没有啊。还有我也没有。哼。哦，刚才你们没回来之前，我们认识了一下的。我这朋友练气技术也挺不错，当然跟你也算有点差距。此次把你叫来，我是想让你帮我练几次宝物，顺便让你传授一些经验给我这好朋友。你要练气吗？这次是不是又有什么好的材料？你这朋友挺可以的，可以给我打下手，能学多少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也不是其他材料，就是上次找你练气的时的那种天陨神经。那感情好啊！这次有多少？可否能炼制出一把武器？这次有点多，你看看能炼制多少东西吧。我的个亲娘耶！发了，这下发了啊！君临，你就放心交给我吧，肯定给你炼制出让你满意的宝物。你们看看这是什么玩意？我没见过，不清楚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是啥玩意？是恐怖的气息，怎么给我一种感觉，要是他想杀我，我可能连一招都接不下。我没见过，但感觉他好强，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在天陨魔窟最深处发现，这一大块天陨神经包裹着这玩意。一开始还挺不服气，尝试攻击我，被我弄了一顿后就安静了。你在吹牛呢？你以前不是说你只能到30-40里左右吗？这次回来就能直接到底了。它看起来像是一种生命体，而且给我的感觉是，它还处在一种未被孵化，就是未成为完全体的感觉。听你这么一说，这可能是一头妖兽。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确定要留在这里拜师了吗？我确定了，不过我要先和姐姐说一声，免得她会担心。行，那你去跟你姐传音说一声吧。姐，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有点想在这边长居下来。你是不是在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不会是遇险了吧？没有，我在这边觉醒了先天阵体，姐夫一位朋友的师姐，是这边最厉害的阵法师，他想收我为徒，所以我想留在这边。怎么听起来事情太过巧合了？你确定没骗我？刚好是他认识的朋友的师姐？姐夫不是这样的人，姐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姐夫的为人。好，即使你说的都是真的，但你在那边，你那一身仙虚修为怎么办？你跟一个魔域顶尖阵法师修习阵法，
你确定真的能修习，明白吗？两边的修炼体系本就有些不同，这会有极大的影响。姐夫会帮我将仙虚的修为转化成魔域这边的修为。徐清莹听着妹妹的描述，心里觉得非常怪异，仙虚的修为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转化成魔域的修为？她担心妹妹在魔域那边受人蛊惑，思索再三后，决定联系一下和妹妹同去魔域的何老，确定一下那边的情况。好，此事我们先暂停，你再好好思考一天，1天之后我们再传音聊聊。姐姐一定会联系何老确定，我得先给何老说一声。徐韵仪快速给老何传音。在听说叶君临是魔域的永夜魔帝身份后，何老整个人都傻了。君临，你是永夜魔帝？你没跟他说过自己这身份？好像还没有。你居然才知道，笑死！在魔域能让我们这些老东西如此服服帖帖的人，除了是永夜魔帝，还能是谁？我的至交好友居然是永夜魔帝！何老，在忙吗？青莹啊，我确实有事在忙，你有什么就长话短说吧。徐清莹简短的把妹妹想留在魔域的想法跟老何说了一遍，最后询问他此事是真是假。这事啊是真的，你这前夫有点特殊，只能说强的可怕，真能帮你妹转换修为的手段，所以你就放心吧，你大女儿也转换成功了，我是亲眼所见的，而且我在此处，我会照顾她的。还有其他事情吗？没有的话，我就先忙了。姐，你就让二姐回来一趟，如果她能回来，那就是真的；如果她不能回来，那就是假的。姐，我回来了。韵仪，你此次能够回来，说明你并没有在那边遇到险境，但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排除你被骗的可能。姐，你看看我这是不是先天阵体？而且我都回来了，说明我没有骗你们啊。二姐，你真的觉醒先天阵体了，恭喜恭喜！二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仙虚最强的阵法大师张怀仁道友。你现在拥有了先天阵体，何必在魔域那边拜师呢？你不如拜张道友为师，他一定会将毕生所学传授于你的。这位小友如此天赋，我定然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而且魔域最强阵法师算什么？来到老夫面前，老夫将他当蝼蚁般虐杀。张前辈，对不起，我见过那位魔域阵道强者施展阵法实力，他确实比你强一些。你说什么？你竟然敢瞧不起老夫？那老夫露一手给你看看，是魔域那边阵法师厉害，还是老夫厉害？徐韵仪看了看阵法，心中暗想：你这个阵法还不如人家的1/10，真是井底之蛙。前辈，算了，我意已决。哼，没有眼力，老夫也不是很想收徒，我自己一个人清静很多。张道友，小妹不懂事，您切莫生气。韵仪，你若是依旧如此选择，那让你姐放心，你先让这位道友测测神魂吧，就怕你被不轨之人施展了什么魔功，影响了神智，你觉得如何？那好，贾道友，开始吧。林道友并没有问题。贾道友，就按照我先前说的来做吧。徐道友，你妹妹被人施展过特殊的神魂秘法。你胡说！我就说事情不简单，青莹不能再让你妹回去魔域了。姐，你觉得姐夫真的会对我用这种手段吗？为何非要留我在那边？你跟他在一起如此多年，你真的还不了解他的为人吗？反正你先留在仙虚这边，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林清雪，你为何要伙同他人污蔑于我？我很清楚自己的情况，竟敢说我被人施展了魔道秘术，影响了神魂。你才全家都被影响了神魂。好啊，青莹，看到没有，这还是你妹妹吗？已经被影响成什么模样了？只是去了一趟魔域归来便如此了，你还敢让她再去一趟？
我劝你还是赶紧用手段困住他，别让他回去了。姐，我不想继续再次解释了，我自己做的决定我自己负责，我此次离开就不回来了。若是你们还当我是你们的妹妹和姐姐，相信我，林清雪这女人信不过。你给我等着，等我实力比你强后，会回来找你。快速破解阵法，追上去！师尊，算了，由他去吧，我对他很了解，若真追上去，他很有可能会伤到自己。姐夫，这么快就回来了？已经决定好了以后留在魔域这边了吗？是的，从此以后就留在这里了。姐夫，我这修为真能转换过来吗？当然可以，我们现在回去，我马上就帮你转换过来。徐运仪跟着叶君临回到魔灵城萧青衣的府宅。徐运仪先是向洛丹红行了拜师礼，告知大家他已经确定今后留在魔域，随后就跟着叶君临进入房间。仅仅是1个时辰过去，叶君临就帮助徐运仪将修为转换完成。二姐，你终于理我了，你回到那边了吗？姐夫已经把我接回来了，2个孩子知道我留在这边后，很是开心。所以二姐，你真的没有被叶君临施展魔域秘术？自然没有，我跟你说了吧，就在刚才，姐夫已经帮我把修为转换过来了，十分成功，一点问题都没有发生。你没骗我，真的转换修为成功了？我骗你干嘛？小弟，你一直以来对姐夫的成见实在是太大了，姐夫真的很好很好。可是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啊！小弟，你只要答应我，不把我等会说的事情告诉大姐，我就跟你说一件能瞬间让你理清楚这一切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姐？你先保证，最好是发誓。好好好，我发誓，绝对不说，这总可以了吧？小弟，其实姐夫不仅仅是魔域的大地境巅峰强者那么简单，姐夫还有一重身份，他就是魔域这边的永夜魔帝。什么？你说姐夫他是魔域的永夜魔帝，真的假的？小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你想想，要不是永夜魔帝，我的修为能如此成功的转换吗？你说的也是，可是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姐呢？你是不是傻？你想想，要是大姐知晓了姐夫是永夜魔帝，她会如何？他们已经和离，且姐夫已经对大姐没有了任何念想了，大姐到心破碎了怎么办？这也是我让你瞒着大姐的原因。二姐，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信息，他怎么就是永夜魔帝呢？好了，关于姐夫的事情就谈到这里了。别，二姐，多跟我说点呗。说什么？你给我说说姐夫到底有多强啊？这么跟你说吧，我前来这边也不久，如今已经在这里看到了4个远比林清雪还要强大的魔域强者了。而这些强者见到姐夫的时候，那态度就叫一个用什么来形容比较好呢？容我想想。敬若神明。倒也不是，姐夫人很不错，他们算是摄魄清心，又怕惹到姐夫不开心，但又对姐夫十分喜欢，很想和姐夫多亲近亲近。姐，听完你说的，我突然也有种想要去那边逛逛的想法了。你就算了，大姐知道此事，非得把你囚禁了不成？而且姐夫也不一定愿意接待你，没有人保护你，你在这边简直是找死。二姐，你帮帮我呗，你既然跟姐夫住在一块，你有空的时候能不能帮我多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说我知道后悔了，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如何？你知道错了就行，我以后尽量在姐夫这里多给你美言几句吧，但我也不确定能否让姐夫不再讨厌你。好，多谢二姐了，你果然是我最爱的二姐。好了，先不和你聊了，你给大姐说一下我这边的情况，让大姐放心，但是记住千万别说出姐夫的身份，知道吗？好的，二姐。不行，我也要想办法去魔域那边，姐夫这么厉害，我一定要亲自去见识见识。老王，如今魔域这边哪方势力有时间宝物的存在？我给孩子弄来一件。你当初不是有一件时间流速达到1:100的时间宝物吗？我这边没有，倒是前段时间花了很多几百年时间，给魔柳书院专门打造了一件时间流速最高可达1:300。在我离开魔帝宫的时候，那件时间宝物留在魔宫那边了，送给了我那徒弟。送出去的东西不好要回来。你这2个女儿天赋确实不错，就是还是缺少了真实战斗的锤炼。老肖，
我记得你是不是有徒弟在魔柳书院修炼？你应该也跟那边的院长有点关系吧？你说我把2个孩子送去那边修炼一段时间，让他们多接触一些同级别的天才，是否更好一些？这个没问题啊，那我联系他。联系到了，他刚好准备要回魔柳书院一趟，你什么时候有空跟我一起去堵他？不是，是一起去见他。我一直都有空。好，天一黑我们就去。小旭，为师来了，出来迎接一下。师尊。傻小子，忘记这是谁了，还不喊人？见过永业前辈，好久未见了。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未见了。你小子这么多年不见，倒是变了不少。没有，晚辈还是一样，倒是前辈给我的感觉更加不一样了。这次前来得麻烦你了。我记得你修剑，这宝剑你拿着。这晚辈要不得。你这小子跟他客气什么？他有的是这种玩意。那就多谢前辈了。小旭，带我去你们镇院至宝食宿魔柳那边看看吧。好的，师尊。这东西似乎是渴望着食宿魔柳。你们是谁？胆敢擅闯我书院禁地？陆红，你做什么？他们不是我们魔柳书院之人，不得靠近食宿魔柳。你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反正今日我来看守此处，不是我们书院之人，一概不能靠近食宿魔柳，这是书院的规矩。你居然不认识我？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规矩？陆红，你莫不是因为我不久后将要跟你竞争3星教习，以此来恶心我？不出意外的话，你身后应该是有一个实力不错的长辈吧？来说说是谁？师尊，他大伯是书院副院长。原来如此，你居然是陆清虚那老东西的侄子。你可知陆清虚见到本尊也得和和气气喊上一声孝道友。前辈，我只是按照规矩行事。我们进去转一圈就出了。不行，今日我在此，哪怕是永夜魔帝来了，也休想进去一步。这小子怎么敢啊？就算你大伯来了，他敢说这话吗？而且你居然还跟这本尊说这话。那个君临，你消消气啊，还是别在这魔柳书院乱杀人，毕竟你还要让孩子来此修炼。我没生气，就是有点奇怪。就1000年过去，永夜魔帝这名号，小辈都敢用来调侃了。或许是这小子有点憨吧。我即刻严令你等退后，退出此处，否则休怪我动手。好，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完了完了，叶老魔很久没有大开杀戒了，今天有好戏看了。徒儿，这人是谁？我们书院里的一个堂长、副院长的徒弟，天赋很强。很强吗？你是谁？敢在我们魔柳书院对我们魔柳书院教习动手？胆！拐走。徒儿，等会儿别眨眼，大戏快来了！哎，我的西瓜快吃完了，你先别吃那一块，留给我。好的，师尊。来了。怎么认出我了？您怎么在此？我来这边逛逛，有问题吗？嘿嘿，没问题，自然是没问题了。他们是你的后辈？是的。后辈不尊重前辈，好好教导吧。继续跪下。我会好好管教他们，他日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行，告辞了。大伯，他是谁？你怎么以那样的态度对他？他可是永夜魔帝，你们两个蠢货，放以前你们早死800回了。大伯，他是永夜魔帝也不用怕他啊，我们如今可是在独孤魔帝麾下，
独孤魔帝不比他强啊，而且他们两人早已经反目成仇了吧？你懂个屁！你真想把我害死才罢休是吧？魔帝您好，我这里遇到了一个人，您应该感兴趣。魔帝您好，我这里遇到了一个人，您应该感兴趣。有话快说，别卖关子。是您的师尊永夜魔帝。什么？还回来？他跟萧清逸在一块儿，如今应该还在我们魔柳书院。好，此次记你一个大功。叶君临，你等着，等我再修炼1周天，修为实力再提升1阶，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我还以为你刚才会大开杀戒呢，没想到你居然没出手。看来这些年的变化不少啊！我猜前辈是想借此来更好跟院长谈判。哎呦，可以啊！你当时的想法真是如此。他回来了。道友不出来迎客吗？还是要我们自己进去？刘道友，至于这表情吗？你们有事就说，我还有事情要忙。知道他是谁吧？不用我介绍了吧？刘道友，我这里有件事情想麻烦你，请你行个方便，让我女儿前来你们魔柳书院修炼。行。刘道友不错，那明日我们就带孩子前来吧。明日不行，下次新学人考核得是3年后，考核通过自然能来修炼。老柳，你这就不厚道了，耍我们啊！规矩就是规矩，不管是谁来，我也是一个答案，得通过考核进入我们学院。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就行。不能开了先例。丁丁，别冲动，都是自己人。你想什么呢？既然院长不答应，那我们就回去吧。女儿应该想我了。哦，真的就这样走了？3年时间对我们不长，但对孩子来说就错过许多东西了，实在不行，咱们不杀他，揍他一顿也是行的吧？他要是如此在乎规矩，打他也没用。这玩意似乎很想吃了那石素魔柳的什么东西，偷偷放出去，以他的实力根本处理不了，到时候他可能会来求我，不求的话，规矩是死的，树应该也是。那我们离开前偷偷把这玩意儿放那边去，走吧。两位留步，我刚才想了想，其实有些规矩似乎可能稍微还是能变通一下的。其他话就别说了，老柳，你说说怎么变通吧。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没必要拐弯抹角的，沟通直白点。我此次回来就是拿这东西，准备前去天陨魔窟一趟，将此宝带入到接近30里深处，让那里面的猎煞淬炼洗礼此宝。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就互帮一个忙，你拿着此宝尽量到更深处待够1个时辰。只要1个时辰就够了？最好是直到此宝其上纹路变成金色。那行，我这就为你办了。完事之后，我明日就带女儿前来，往后我女儿可以随时使用你们石素魔柳之上的时间宝物。等等，随时使用时间宝物，这恐怕不妥。有何不妥？启动那宝物连接时，素魔柳需要消耗不少资源，这损耗总不能让我们魔柳书院自己承担吧？我们永夜魔帝还缺这么一点资源？那个老萧啊，我刚回来，发现以前藏着的魔晶都被烧毁了，确实有点缺。老萧，你这些年存到了多少魔晶？要不我们去抢吧，反正就你这实力，随便抢，没有人敢说什么。院长你放心，需要的损耗资源我们自己出。行，那我们此刻就出发吧。随后众人去到天陨魔窟，叶君临带着院长的圆盘下降到魔窟的最深处。只是片刻的时间过去，叶君临就从魔窟深处回到了萧清逸他们身旁。院长没想到叶君临才进入这么短的时间就上来了。怎么这么快？还没到1个时辰吧？已经完事了。你这是去到了多深处啊？最深处。好了，我答应你的帮你做到了，你答应我的应该也算成了吧？
最深处。答应你的自然是不会改变，你随时带你女儿前来都行。那好，先告辞了。爹爹，你终于回来了。有没有想爹爹？想，吃再多好吃的都忍不住想爹爹。爹，怎么样了？你们之后可以去魔域最好的书院修炼了。有件事跟你聊聊。哎呀！啊，什么事？我手头上没有足够的魔晶，你手上可有？是给孩子们去使用魔柳书院世间宝物所用的资源。有啊，你需要多少？多少我都有。来个1亿块绝品魔晶吧。我手头上没有足够的魔晶，你手上可有？是给孩子们去使用魔柳书院世间宝物所用的资源。有啊，你需要多少？多少我都有。来个1亿块绝品魔晶吧。可以啊，我这就叫人送来。好，等我徒弟来了，我再还你。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呢？而且这笔魔晶又不是给你的，而是给孩子们的，所以别跟我说这种话，不然我就不理你了。雪姨以后亲自送你们去书院接你们，怎么样？好啊，雪姨，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去书院吗？苗苗，也让雪姨跟你们一起去上学干嘛？雪姨在的话，我就能一边吃好吃的，一边修炼。因为淼淼发现自己一边吃好吃的，一边修炼，修炼速度比正常修炼快呢。不信你们看看嘛。淼淼应该是有某种特殊的修炼体质，因为年纪太小，还不能开发出来。既然这样，那淼淼以后你就一边吃东西，一边修炼吧。好耶，那雪姨，你能跟着我去书院吗？不去也行，但你准备的好吃东西可以给我带去呢。你最近一直变淼淼好吃的。爹爹，你不能说雪姨哦。要是没有雪姨，我还不能发现自己还能这样修炼呢。我没说你雪姨，而是在感谢她。是吗？那你怎么感谢雪姨？总得有奖励吧？你想要什么奖励？那你就夸夸我吧。好的，你做得很好。谢谢夸奖。好了，苗苗、子轩跟雪姨来，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东西，你们去到魔柳书院应该能用到。好家伙，那还是我们认识的雪天飞吗？还真有种良妻贤母的感觉了。淼淼，睡了没有？没有呢，姐姐怎么了？我看你似乎很喜欢雪姨，真的只是因为雪姨给你好吃的东西吗？子轩看着刚才雪天飞送给淼淼戴在手上的一个小手镯，里面存放了天地冰魄，只要放置任何东西进入里面，都能瞬间冰冻，可以让存放在里面的食物不会腐败。我感觉雪姨跟爹爹一样，对我很好，甚至比娘亲更好，更喜欢我。姐姐，我发现跟雪姨在一起就没那么想娘亲了。那以后我们好好跟雪姨相处，不想娘亲了。姐夫，我跟师尊已经把你需要的传送阵创造出来了，是今日就在两边布置吗？可以，你们一人在这边布置，一人在学院那边布置吧。等会就出发去魔柳书院了，你们紧不紧张？不紧张，要是爹爹能陪淼淼一起就更好了。没问题，爹爹第一天就陪淼淼一起上学。好啊，爹爹最好了。你要和他们一起吗？啊，我也行吗？我跟魔柳书院院长说，让我女儿们去那里修炼，你假装是我女儿就行，届时你们随意使用那边的世间宝物修炼。这真的好吗？我如此小人物，恐有辱你。就这样决定了，你们是朋友，互相之间也有照应。名字听我爹的，有你在，我也有办一些。那多谢前辈了。对了，云姨，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也假装是我的女儿，顺便加入魔柳书院。有了这身份，往后你可以随意去魔柳书院的世间宝物里面闭关修炼，1比300的时间流速，你能更快突破到大地境。姐夫，这不好吧？我都这年纪了，装得了你的女儿吗？你这脸皮能跟我相提并论了，我都能想到老柳看到你带来这么多女儿，他会是什么表情了。我只是说了让女儿们加入魔柳书院，也没说多少个，她答应了，想后悔也不行。你好好想想吧，要脸还是要修为实力，你也不用说什么，就站在一边，
等待事情办理入院手续结束就行。初二1比300的时间留宿，哪怕是为师也想使用那边的时间宝物啊。你不在乎脸面的话，也能装成我的女儿。算了，虽然魔域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但免不了有人认识，尤其是我师弟，他如果知道我……好吧，姐夫，我试试。行，那就一起出发吧。爹爹，等会儿，雪姨还没出来呢。要出发了吗？走吧。你还特地打扮了吗？第一次送孩子去学院，而且也不能让孩子丢脸，打扮打扮比较好吧。哇，雪姨你好漂亮！苗苗嘴真甜，这个样子很像夫妻2人送一群孩子去上学呢。师尊、叶前辈、雪前辈，带我们去见你们院长吧。好的，各位请。刘道友，她们都是我的女儿，按照昨夜的约定，你让人给她们登记一番，加入书院了。别惊讶，都是我的女儿，这是我大女儿，这是我2女儿，这是我3女儿，这是我4女儿。你让我很难办，我昨夜还以为你只有一个女儿，如今你直接让我给你4个女儿一起加入书院，这太明显了。怎么，说话不算数？老柳，你不就是担心自己被人背地里说闲话吗？都这年纪了，在乎这些做什么？这样吧，你要是怕被人说闲话，给陆清虚甩这个锅就行，让他来背。有言道，与其委屈自己，不如为难别人。这句名言，我送你了。好吧，听你的。叶道友，事情都已经办妥了，麻烦陆道友了。小事小事。往后我想让孩子们随时使用的空间宝物，该怎么做？我已经给4位的令牌升级成功，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前去那边，不会受到限制。但想要一直在那时间宝物里面不出来，需要足够的魔柳值。说吧，需要多少魔晶才能让孩子们一直使用？每人各1亿绝品魔晶，虽然听起来挺多的，但损耗确实是这个数字。这里面一共有10亿，也不让你们书院为难。剩下的魔晶就当给你们书院多建几间学堂啊。姐姐，雪姨她好有钱啊！雪姨，你原来这么有钱啊？还行吧，苗苗想要什么，我都能买来的。是吗？那雪姨，你有多少钱？怎么说呢？买下1/3的魔域的产业还是挺简单的。他这话是真的。说的算低调啊！你现在随便去一个城里随意一家店铺问问，他们的东家是谁，3成概率就是雪天飞他家商会旗下的。在雪天新去经营生意后，他们家的商会一年比一年惊人。反正如今他们家的商会已经断崖式的成为了魔域最强商会了。看看老夫的眼光没有错过吧？这雪天飞其实是挺好的女人。别说我了，我刚和离没多久。倒是你这年纪了，有没有想过招老伴的想法？老夫生性放荡，爱自由，有3个徒弟就足够了。而且有你2个女儿在这边住下，我也不孤单。要老伴做什么？好了，往后你们再次好好修炼吧。上午你们就在学堂好好听课，下午呢就可以去魔柳那里，利用时间倍数进行修炼，
到晚上就可以使用你们小姨在血院布置好的传送阵回家了。好的，爹爹。那边的传送阵别乱动，其他的一切如常就行，不用对我的孩子特殊照顾。好的，好的。你的女儿能不特殊照顾吗？二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我能有什么情况？一切挺好的，有事快说。是郑然有话跟你说。小姨，我姐在旁边吗？她在大厅那边跟你爹分享喜悦呢。分享喜悦？发生了什么事吗？你姐刚突破了3层小境界。小姨，你在逗我玩吧？你就当我是在逗你吧。小姨，你真坏！我就说不可能这么吓人嘛。我倒是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我姐。什么好消息啊？我今天一天就突破了1层小境界呢，如今已经是化神境5层了。小姨，我厉不厉害？厉害厉害。小姨，我能有这提升速度，其实是去了青山学府那里，使用了时间流速，足足有1比30的时间宝物修炼呢。往后每天我都能在那边修炼2个时辰。青山学府啊，弟弟，你加入了青山学府了啊！姐，你在啊？告诉你吧，是娘亲亲自带我前去的青山学府，院长直接给我免去考核，加入的青山学府呢。你刚才说学府有1比30的时间流速嘛，一天让你修炼2个时辰。没错，这还是院长看在娘亲的面子上同意的，其他人可没这待遇。你们真该留在娘亲身边，这样你和小妹也能享受这些待遇了。哼，你是真没见过好东西。听说过1比300的时间宝物没有？巧了，我们魔柳书院就有，而且今日你姐我还有小姨都进入里面修炼了半天，没错，是半天哦。姐，你就吹吧。不信就算了，我还有事，不和你说了。姐，你也去了1比300的时间流速的宝物里面修炼了？是的。为什么？我好恨自己啊！舅舅，你怎么了？你不会相信了吧？郑然，别跟我说话，结束传音吧。我突然有点想静静。舅舅，你喜欢的女人不是南宫云教习吗？静静是谁？二姐，我也想跟你们去魔域那边了。跟你说件事。何事？我这2天回去家族里面一段时间，具体多久回来也说不好。没事啊，你处理好事情再回来就行。对了，你最好跟孩子提前说一声，尤其是苗苗，这孩子如今一回家都不是往我这里跑来，都先找你了。好的。哟，你的徒弟终于来了。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壮了？还不是跟以前的你学的？叶君临，小玄子，你这就有点不尊师重道了，怎么能叫师尊的全名？你才不是我师尊。你小子这么多年过去也没怎么变啊，怎么还跟个小孩子一样？我看到你笑就恶心。好，为师错了行不？当初不该不辞而别，别闹脾气了，好吧？我说了，我没有师尊。臭小子，脾气还挺大。那你说说，你想怎样？今日前来，我是来取你首级。你要当白眼狼不成？佤子，受死吧！好，为师今日就教训教训你这泥土。你要吃不？这李苍玄确实变强了许多，从展现出来的气息，差不多跟他当初一样了。确实如此，小玄子在叶君临消失之后，开始发了疯的修炼，也是天赋恐怖，才有如此的实力。不过再怎么变强都没用，此次回来，叶君临这家伙更加不是人了。还当我是以前那个毛头小子？武器速速拿出来！武器送人了，不过对付你这臭小子，用不用武器都一样，毕竟
你小子想超越我，是不可能吗？好，那我就让你看看我这些年的努力成果。今日你必死无疑。哼，这只是开胃小菜。既然如此，我就不放水了。这招还可以，不过还是不够看。我就不信了。你小子有老子当年的风采了。不应该，我明明已经追上了你的实力，你究竟怎么回事？你确实快追上以前的我了，这一点为师还是得夸你。这些年你足够努力了。我不需要你的认可，我就不信了，你给我死！为什么？为什么？小玄子，为师当年不辞而别，也是无奈之举。我不能带你离开，这对你而言，也是一场必须经历的考验。如今再见到你，为师很是欣慰，你确实长大了。你为何要抛弃我？你为何要不辞而别？我恨你！小孩，你叫什么名字？李苍玄。那以后我就叫你小玄子了。跟我回家吧。小玄子，为师因为一些私事才去仙虚那边，而此次回来，再也不离开了。师尊，欢迎回家。臭小子，还是没怎么变了，看到长辈还是不会叫人。孩子都长大了，已经不用在乎这些礼仪了。萧老、雪姨，麒麟，我要回去一趟了，你们俩师徒继续聊，之后我再回来。行，有事传音。对了，记得跟苗苗说，我会定时派人送好吃的来。爹爹，苗苗回来了，雪姨呢？你雪姨有事要离开几天，她说很快就回来陪你。爹爹，这位大哥哥是谁呢？师尊竟然有女儿了，她全名叫做李苍玄，在魔域这边被别人称为独孤魔帝，是爹爹我的徒弟，你应该叫哥哥，你就叫玄哥哥吧。玄哥哥好，我叫叶淼淼，很高兴认识你。你好。哇，仔细看清楚后，淼淼发现玄哥哥好帅耶！姐姐，快过来，这位是玄哥哥，爹爹的徒弟。玄哥哥，我叫陆子轩，我爹的大女儿，好高兴认识你。哦，我叫李苍玄，师尊的徒弟，很高兴认识你。子轩，以后要是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也可以找你玄哥哥指点，他实力也很不错的。好的，玄哥哥，那我以后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就找你了。好的。小玄子，这是我小姨子徐韵仪，你就叫徐姨吧。孙敏姿，子轩的朋友。徐姨、敏姿，我叫李苍玄。好了，大家都回来了，老肖，做好吃的吧，难得人齐，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那我得拿出最拿手的菜系才行了。夏玄子，别拘谨，都是一家人，放松点。我没拘谨。对了，子轩，你们今日在学院有没有什么收获？爹，今日我们认识了一个很帅的学员，他叫慕容华，相约以后一同闯关。这名字似乎是男性的名字，是叫慕容华吗？玄哥哥认识慕容华？不认识，只是听过一次，但我对慕容家挺熟悉。子轩，难得你在魔域这边有朋友，要不哪天你们把这朋友带回来，吃顿饭吧。我们才认识呢，等再熟悉再说吧。这里越来越有家的味道了。老家伙，以后你可能要经常做饭了。要是每日都能这么热闹，别说经常做饭了，给你们一天做3顿又如何？以后忙完魔宫那边的事情，多来看看为师。好的，师尊，那我今日就先回去了，还有一点事情需要处理。去吧。魔帝，好了，说正事吧。魔帝，上次我们说的那件事情，需要我们之中一方势力去掌管。如今您有了人选没有？刚才子轩提到了慕容家，那就由慕容家和陆家一起掌管了。魔帝，此事就此决定吧。李苍玄继续交代了一些事情，随后就让众人散去，只留下了慕容家主慕容妹一人。魔帝，您把我留下来是有何事吩咐我吗？我记得你有个女儿
叫做慕容华是吧？是的，正是小女。不知魔帝，您问小女是为何？你女儿不错，不管你对她如何，以后对她好点。啊，哦，好的。小华，你最近是不是见过独孤魔帝？没啊，最近我一直在学院里面修炼。不应该啊，那你在学院里面是否发生了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你没跟我提及。我近来一直在书院那宝塔之中闯关，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情啊。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没什么，你就好好维持如今的状态就好了。此次我们慕容家能借此提升许多。咋了，小弟？二姐，我想你了。你这么肉麻做什么？我上次帮你跟姐夫道歉了，他似乎不怎么生你的气，当你是孩子的感觉。我一直都说姐夫大人有大量吧，你就偷着乐吧。小弟，你那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没什么，就是有点感动。好了，二姐，我还有事忙，先不说了。姐，轩宇是不是出事了？你赶紧给我说说。小弟跟你说了，我只想听你说。原来是三弟有了喜欢的人，还准备带别人私奔，可是突然冒出个黄浦家的小子，阻止了三弟，还把三弟的修为给废了。人家说是三弟喝了酒闹事，出手没注意伤了三弟，可是三弟却说是他们先羞辱自己在前，自己才出手的。而这件事发生后，大姐也没有为三弟出头，因为大姐还需要别人的势力为自己所用。听完大姐说的，徐运一顿时就怒了。徐清莹，他是你弟，你不信他，谁信他？你看着他长大，你不清楚他是什么人。而且那黄甫琪明明比他强那么多，完全有能力将他打晕过去，为何将他废了，将他打至如此程度？你好好想想，你明明早已经知道了答案，你只是不愿意去。淼淼，你先出去找你姐姐，小姨有点事情要忙。淼淼刚才在旁边，你怎么能在孩子面前？你闭嘴，徐清莹，我对你失望至极。我是你妹妹，轩宇是你弟弟，姐夫是你以前最爱的男人，还有3个孩子。你为了你的大局，你为了你自己的实力，你放弃了一切。好，在你眼里，我们都可以放弃是吧？徐清莹，从今往后，我们都不再是你的家人。我不久后就回去把小弟带走，反正对你而言，他已经是废人，对你的大局已经完全没有用处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助他恢复修为。你没必要再假惺惺了，反正小弟早已经想要来这边，你要是还把我们当成你的家人，就给我们自由。小弟，不久后我就回去，带你过来，你等着我。二姐，我真没什么，你别回来。你再说一句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了。你好好给我听着，恢复过来后收拾好东西，等我回去。姐夫，我来这边坐下聊吧。那小子发生了什么？姐夫，不好意思，我并不是有意吓到苗苗。没事，那孩子心挺大的，你看他现在似乎还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好了，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吧。徐运一本不想麻烦姐夫，但看到姐夫坚定的眼神，还是将一切说了出来。说完了吗？那此事你不用管了，让他先在那边休养一段时间，等他完全恢复，可以自由行动了，到时候再让他自己来这边就行。你如今把这一切都抛之脑后，去学院修炼，等着他来吧。好的，那我先去学院了。你不做点什么？那小子有此一祸，算是必然的结果，跟我无关。泡茶喝吧，把你珍藏的茶叶拿出来。我那5神5树茶叶就剩最后1两了，就我们2个人喝，是不是浪费了一点儿？哪天等人齐一些再喝吧。别废话，有空我给你多弄来1斤。哎，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我可就不吝啬了。你去哪儿了？去方便了一下。是吗？感觉不像呢。好了，喝茶吧。哦，二姐，小弟怎么了？就在不久前，废了我的黄甫琪父子突然被一个神秘人废了，他们似乎都不知道怎么被废的。难道是姐夫？小弟，定然是姐夫回去了一趟了。这才过去了多久？我怀疑我来学院的时候，姐夫就去替你报仇了。
哈哈，我以为姐夫很生我的气，没想到姐夫还挺在乎我的，我又想哭了。亲姐都不愿替我报仇，我的好姐夫啊！小弟，别去想大姐的事情了，她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想走的路。我们以后就过好自己的生活好了。好的，我听二姐的，等我再休养一些时间，就想办法过去那边。事实也确实如徐玉妮所料，刚才叶君临趁着老萧泡茶的功夫，直接去到了仙墟，找到了黄埔父子。父子俩还在闲聊着，就被突然出现的一股庞大威压压垮在地上。随后父子两均受重伤，被废除了修为。整个过程叶君临连脸都没露过，只是几息的时间就做完这一切，回到了魔域。事后有人去找徐清明，三弟才知道是有人帮他报仇了。不过仙墟那边众人都不知道是叶君临所为。姐夫，我弟已经把今日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了，多谢你帮他出了一口恶气。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与我无关哦。我就知道这小子是回了仙墟一趟，去帮小舅子复仇啊！啊，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护短的很啊！萧清游记得千年前与叶君临认识后，经常被他欺负。一开始他其实很不爽叶君临的，直到有一天他遭到一个组织打压，在一次对他而言必死无疑的埋伏之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些他一直觉得是朋友的人没有帮他，反而叶君临站了出来。那一天叶君临说的一句话让他记到了今天。你们什么档次，也配跟我欺负同一个人？呵呵，我把感谢带到了，姐夫，那我回屋里继续修炼阵法了。去吧。也还是一样，明明对身边人好，就是不承认。不需要你管，赶紧给我女儿准备食材烧烤去吧。昨日教你们的剑法，你们有没有人学会了啊？教习，我学会了。吹牛吧你，叶子轩，我们这里这么多人都没有学会，你一个刚来学院才几天的人就敢说自己学会了？我确实学会了啊。好了，既然子轩同学说他学会了，那就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吧。他手里那把剑好像是把食品绝世的宝剑啊。好像是的。天啊，他居然随时带着食品的宝剑。子轩同学，你这剑法是不是有人给你做过指点？是的，教习，昨晚哥哥和爹爹亲自教我如何施展这套剑法的。你爹爹是谁？教习，我爹爹不允许我在外面说出他的名号，实在抱歉。切，有什么不能说的？莫不是名号的名气并不大，所以怕说出来丢脸吧？你们别瞎说，子轩刚才施展的剑法，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如果他爹爹不是很厉害，怎么可能把子轩教得如此卓越？对，你们不要胡乱说话。子轩，有时间可否请你爹爹来我们学院，为同学们亲自做一下示范教学？教习，这个我得回去问问我爹爹才行。好的。叶子轩，你站住！怎么，你找我有事？怎么，有事吗？叶子轩，你说你的剑法是你哥哥和爹爹教的，我们不太相信，想要跟你回家确认一下。那你们等等，我先与我爹爹说说。子轩拿出传音符给家里发去传音，在得到爹爹同意后，回头对同学们说道：“我爹爹说可以，那你们同我一起回去吧。”子轩，他们是？小姨，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我今天正准备邀请慕容华回家做客，他们也想一起。刚才我已经给爹爹说了，爹爹同意他们一起。这就是慕容华啊，我还以为是个小子呢。哪里？好啊，那我们一同回去吧。爹，我带朋友回来了。怎么全都是女孩子？子轩，这真是你爹爹？我跟我爹爹不像吗？张雅看着叶君临，没有从他身上感觉到强大的修为气息，心想叶子轩果然在学院里吹牛。爹爹，这就是我说的慕容华，他们则是阿华的朋友。原来你就是慕容华，不错，确实跟我女儿描述的一样。不是黄毛就好。今天好多人啊，您叫我们过来有什么事情吗？今夜难得人多，一起吃个饭。这样啊，好。
这位大地巅峰修为的前辈怎么对子轩爹爹如此客气？这确实是大地境巅峰修为气息啊！我爷爷的气息便是如此，可是他怎么会如此跟他说话？都坐下吧，别战争。孩子们都来了吧？这是雷霄大帝。人数还挺多，还好老夫有先见之明，此次在外多准备了食材。见过雷霄大帝，见过雷霄大帝，见过雷霄大帝。还挺有礼貌。萧爷爷，今晚吃什么？子轩妹妹竟然叫雷霄大帝爷爷。苗苗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那今晚吃烤肉吧。好的，就听苗苗的，吃烤肉，你们等着啊。快去吧，孩子们应该都饿了。子轩，你父亲究竟是什么身份啊？要是我爹想跟你们说，会跟你们说的。王爷爷，哈哈，最近不是在练气吗？如今忙完了，未来陪你们玩几天。哟，今天人还挺多啊。王爷爷，这位是慕容华，还有他们都是阿华的朋友。阿华，你们应该认识王爷爷吧？应该不需要我介绍了吧？这不是王断山前辈吗？平日不苟言笑的他，今天居然笑了。哈哈，既然都是子轩的朋友，我也没什么东西，这些武器就当做见面礼吧。来，都选一把。子轩原来没有吹牛，有王前辈在，什么样的宝物不能拥有的？别跟这老家伙客气，都拿一件吧。怎么看不上老夫这些小玩意？怎么看不上老夫这些小玩意？不是，不是。阿华，拿一把吧。那好吧。多谢前辈。子轩，对不起，我们之前没事的。爹爹，今日在学堂里面，教习刚好要教我们风华剑法，于是我就上去施展了一遍经由您指点我的风华剑法，把我们教习都惊呆了。那是肯定的。那教习是我们慕容家的长老，当时就对子轩惊为天人。子轩说是由前辈您指点，我们长老拜托我一件事，来此问问前辈您，能否让子轩教导这新的风华剑法给我们？爹，你有空的话也指点一下阿华吧。行，等吃完饭后吧。哈哈，谢谢爹，你最好了。对了，前辈，我们都很想知道您在魔域的地号，不知道您方便告诉我们吗？想知道我的地号？可以告诉你们，我地号叫独孤魔帝。哦，爹，你好坏。等等，前辈，我远远见过一次独孤魔帝真容，可是跟前辈您好像有点不像。出门在外，自然是不能展示出真面容给别人看，那是我经过了伪装的。原来如此，那应该是您不久前给了我们慕容家一个机缘，当时我和我爹都没想明白为何，您还说跟我有关，如今我算是知道了。子轩，谢谢你。没错，正是我亲自跟你爹说的。哇，是雪姨回来了。哎，这些孩子是雪姨，他们都是我的同学。阿华，这位是雪姨，全名雪天飞，或许你们都听闻过吧？雪天飞啊，魔域里谁不认识啊？张雅等人看到雪天飞出现的第一时间，就满眼放出了小星星，因为在魔域里，雪天飞是众多女性心中的偶像。爹，他们这是怎么了？可能他们很喜欢你雪姨吧。雪前辈，我喜欢你好久了，能不能给我刻个您的地号？行，你们都是子轩的朋友，等吃完饭后我给你们刻。不知道你们要来，所以没有给你们准备礼物。这些魔晶你们分了吧。不用，我们不用的。阿华，这是雪天飞前辈送的礼物，收啊，必须收啊！我们不用，我们就放起来，每天看一眼都好啊。不用客气，以后记得多照顾子轩。好的，我们会的。3000万块。商会的事情处理起来很麻烦吗？
需不需要我帮忙？想不到你还有主动想帮我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这样不怕我更加喜欢你吗？我的偶像不是喜欢永夜魔帝吗？怎么现在喜欢独孤魔帝了？你们怎么了？雪前辈，您居然喜欢独孤魔帝前辈啊？谁跟你说我喜欢独孤魔帝？那您怎么刚才说喜欢前辈？你说他是独孤魔帝？你是不是跟晚辈玩了？那个豆豆他们而已。你还真坏。玄哥哥，师尊，这里怎么如此多人？这才是独孤魔帝呀，他叫他师尊。等等，子轩的爹爹是永夜魔帝。玄哥哥，来这边坐。没事，我站会就行。让你过来坐着就坐着。好吧。你哥是独孤魔帝，你爹是永夜魔帝啊！偏塌了，我刚认识的朋友，身份怎么如此恐怖啊？如今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帝号了吧？既然你们知道了我的身份，那我这里有件事情要跟你们说了。叶君临平静地给几人传了一句加密语音，所有人听后，心头猛然升起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压力。一顿饭大家吃得很兴奋，也很忐忑。吃过饭后，大家纷纷起身告辞离开。爹，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慕容华将今天去子轩家做客，把遇见的所有人和事全部给父亲说了。父亲听完后顿时一惊：你没骗爹？当然了。小华，你没有惹到他的女儿吧？啊，这可关乎我们全族的安危啊！没有，我跟子轩关系可好了。小华，从今往后，你要好好跟他的女儿，也就是你的这位朋友交往，千万不能得罪他，万事都顺着他。你能跟他成为朋友，是你几辈子修炼的福分，也是我们慕容家几辈子修炼来的福分啊！知道了，爹。同一时间，魔域好几个顶尖势力家中也发生着和慕容家一样的事情。不同的是，那几位长辈听说后，有2个大地境强者直接眼睛一白，昏迷了过去。爹，你别吓我，你怎么了？你刚才说你在学院骂过永夜魔帝的女儿，完了，都完了。敏姿，这把剑你收下。前辈，这听话，让你收下你就收下，往后在此的都是你的家人，知道吗？多谢前辈。还有我的份啊！我难得送你一件东西，你就当我送你的礼物。好吧，你最好了，我就当做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了。君临，我就不用了吧？我们这些年的情谊，送你一份礼物，你也不要。那好吧，老夫也亲你一口吧。你亲他吧，他跟我不分彼此。哈哈哈哈，也不是不行。萧道友，来亲一口。哎，嘴对嘴的。君临，我玩不过他好像来真的。我不要脸了，你拿什么跟我玩？君临，我的呢？没给你准备，你我这关系不需要送礼物了。不是，你说真的？不然呢？终究是错付了呀。看你那衰样，拿去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好，此剑我甚是喜欢，来，我要亲你一口，嘴对嘴的。滚你的！萧玄泽，这个铠甲给你。也有我的吗？当然，你可是我的好徒弟啊。我还有事情需要回去处理，就先回去了。真不用我帮忙？是我们商会中出了一个叛徒，这你也不好帮什么忙。好，那你去忙吧，需要我的时候给我传音。我离开前能报一个吗？好吧，我走了，回来再报。好了，孩子们也去上学了，这院子又只剩下我们几个老东西了。是只剩下你们，我去魔神母树那边一趟。你要去给我摘茶叶吗？
你还真是说话算话呀！你去不去？那个，我就不去了，不给你拖后腿。是你，老妖婆，好久不见。该死，你又来这做什么？来摘点你的叶子，回去泡茶喝。怎么，这次还想要跟我拼个你死我活吗？此次回来我灭你如土狗，你确定跟我拼？不可能，你怎么变得如此强了？有何不可能？还要拼个你死我活吗？不拼，自然是不拼了。刚才其实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哼，咱们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面了，这是我的特殊打招呼方式。这些年你还有没有借着你的那些考验诓骗别人，吞噬人族生命？叶君临知道这株魔神母树常常会诓骗想要摘取它叶子的修士，将其困住，最后吞噬人类肉身和修为，以此变强。当年他和萧青义便是如此不走运，进入了这种局中，无法逃脱。若不是有一个早已经是大地境巅峰修为的强者找出了一个小破绽，并且燃尽了自己毕生修为，助他们破局，他们都得死在那里。而此人也正是孙敏姿的父亲。自然没有，你我当年许下的诺言，我时刻记着。好，那如今我可是还需要通过你的考验才能上去摘叶子。自然是不用了。叶君临不再废话，闪身朝母树树顶飞去。可突然他在中途时发现了数十个巨大的红色泡沫，叶君临突然停了下来。这时一个女子身影突然出现，拦在了他的面前，正是古树的化身。你等等，他怎么变得这么强大了？好了，我让你进去。又来了一个送死的。叶君临环视了一圈众人，忽然从人群中看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女子。你叫什么名字？方秋荷，道友你呢？丹道子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师尊。好，等会我叫你出去，你替我给他带句话，如何？你说就我出去。哎，又来了一个傻子。你不出来给我解释解释吗？还要解释吗？你不是已经知道了答案？这是魔神古树，他居然一句话就把古树训给喊出来了。当年的承诺，你单方面打破了，你确定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顶端的叶子你要多少？是叶子的问题吗？那你想要我怎么做？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我灭了你。第二个选择呢？你真以为我是在给你选择？你什么意思？不是说两个选择吗？你倒是说第二种选择呀。你无需知道第二个选择是什么，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想不想活着。这人是谁？竟然能把古树虚影吓得话都不敢说。不回答，那我便默认你选择了第一个。不是，你怎么能替我做决定？不想死，那你的意思是选择了被我炼化成宝物？什么？炼化成宝物？你这跟杀了我有何区别？既然如此，那我就成全你吧。我接受你的炼化，做你石像。古树实在拿叶君临没有办法，打又打不过，跑也跑不掉。为了活下来，只好交出自己的根心，接受了叶君临的炼化。等到炼化完毕，所有人从虚幻空间中挣脱了出去，悬停在半空中。而古树已经缩小至巴掌大小，出现在了叶君临的手心处。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你能否联系到你师尊？你如果能联系到，就让他来魔灵城上空一趟，这就当做是你对我的报答了。好的，我尽力。你师尊若是不愿来见，就跟他说，当初剃光他头发的人找他。说完，叶君临直接转身，闪身消失离去，只留下方秋荷愣在当场好一会。之后，方秋荷和在场的人也一一离开。人群散去后，李长玄突然出现在这里。他看着古树所在地那里空空的巨坑，明白发生了什么。看来师尊刚走不久了，不愧是他，魔神母树也能炼化。这么快回来了？魔神母树叶子呢？有5斤吗？我没摘，你自己去摘吧，要多少摘多少。我要是能去摘，我早去摘啊！还要多少摘多少？你以为魔神母树长我家门口啊？它确实就长在你家门口。你怎么说起胡话了？还长我家？萧青义突然一顿，随后赶紧跑出去，果然看到门口多了一棵古树，比院墙高了一些，正是魔神母树。萧立即返回院子。我以为你顶多就是去那边摘回来几斤叶子，你倒好，直接给人家魔神母树给干回来了。
不再烦我拿你珍藏的茶叶喝。烦什么呀？你以后需要什么，只管拿去用，不用知会我。老肖，你这是咋了？遇见啥高兴事儿了？老王，老子我刚才去了一趟魔神母树那边，将魔神母树大干一场，把魔神母树炼化，拿回来种在院子里边了。你干的真炼化了，并且拿回这里种了。魔域这边有2大恶霸，几乎没有人敢惹。一是永夜魔帝，二是魔神母树。这魔神母树难道真被他制裁了？哎，我说的是我。你在魔神母树面前连个屁都不是，还你做的，真不要脸。以后想喝茶，自己去院子里摘叶子泡就行了。我滴个娘呢！算你厉害。对了，我在魔神母树下面发现了一样东西，你看看这材料，你认不认识？对了，我在魔神母树下面发现了一样东西，你看看这材料，你认不认识？你是说这是在魔神母树下面的材料？好家伙，这是除了天陨神金外，属于是苍云大陆最强的金属材料了。我严重怀疑魔神母树的诞生也跟这材料有关。何老，拿去练手。好啊，那我就真拿去练手了。果然是师尊所为。师尊，刚才你做的这件事情，应该让很多人知道你回来了。那你就对外传，说我这些年一直在闭关，如今修炼有成，再次出关了。好的，我让手下去传开就行了。小玄子，你是不是有暗恋的对象？不如你送一斤魔神母树茶叶过去，保管那儿，让人家明白你的心意。师尊，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别害羞，说来让为师听听。我觉得人家似乎对我没有太多的想法，直接送茶叶有点不好。小玄子，你要自信一点。虽然你跟为师比，魅力上确实略逊一筹，但整个魔域也就只有为师比你强了。所以只要你喜欢，我觉得人家绝对也喜欢你。你师尊这句话还真没毛病。作为男人，我十分肯定你的魅力。论男人的魅力，你是唯二排在我前面的人。我不比你帅啊！切！师尊，她是血凤宗圣女，原来是魔域排名前3的血凤宗啊，不错，配得上你小子。那如今你与那血凤宗联系如何？联系挺好的。魔宫与血凤宗有一桩生意，也是这一桩生意，我才和他有了些许交集。那挺好的啊，那就听为师的，多摘几斤叶子回去。下次你见到人家的时候，直接送你。没错，追女子其实很简单，你学学你雪姨，持之以恒，稳成的。那我试试吧。爹爹，多谢前辈替晚辈父亲报仇。允子啊，赶紧叫义父吧。怎么，我不配当你的义父？不是，当然不是了，是我配不上你。那你还犹豫什么？前辈，您为何要收我当义女？一是和子轩有关，你们关系很好，子轩也求我认了你这个义女；二是跟你爹有关。我爹吗？叶君临将自己与孙敏姿父亲的交集说了出来。当初若是没有孙敏姿父亲限制修为，给叶君临和萧清逸创造出逃脱的机会，他们很难从那地方逃离。孙敏姿听到这里，突然想起了父亲说过的一句话：爹爹，你这辈子做过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是什么？在修为尽失之前，跟一个未来冉冉升起的巨星联手作战过一次。哇，义父，好，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叶君临的第3个女儿了。从今往后，要是在哪里受了委屈，跟义父说，义父帮你出头。孙重重的点头，眼睛不住的流下眼泪。
而他在看着叶君临的时候，隐隐间居然在叶君临身上看到了他父亲的身影。他的父亲正笑容满面且自豪地看着他。师尊，那我这就回去，把你出关的消息在魔域传播出去。去吧。李苍玄回到魔宫，按照叶君临的要求，将他回归魔域的消息让下面的人快速地传播了出去，顿时引起魔域的震动。尤其是叶君临还将魔神古术炼化仪式的传开，更是让魔域各方势力紧张了起来。家主，你说的我们都知道了，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一定会低调行事。好，那就散会吧。父亲，逆女，你不会没得到他的原谅吧？今日我去到学院见到紫萱后，完全照你说的，当即就给他跪下了。可没想到的是，卢慧君他们居然跟我一样，可以说是不约而同直接跪了。他们能不跪吗？想必他们长辈比你爹我还不堪。然后呢？他怎么说的？他沉默了一会，旋即就利用修为，赶紧将我们拖了起来。我们不肯，又跪了，并且一番道歉，请求他的原谅。然后他就很急着说，我们是阿华的朋友，所以他没有生我们的气。所以，爹，他这是不是原谅了我们？应该是你们改变的太过突然，他有点没反应过来。既然他还能让你们接近他，那事情应该有回旋的余地。是吗？那我之后该怎么做？你继续跟慕容华保持好关系，同时好好对他，不管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只要他下一次还愿意带你去他家里，一见到他父亲后，直接跪下道个歉。还要跪吗？你说呢？叶君临现世的消息不仅在魔域这边传开，就连仙域那边各大势力也收到了消息。徒儿，永夜魔帝出现了，并且时隔多年后，他变得更加恐怖了。他已经消失了1500多年，如今出现了，具体变得有多强？那边传来的消息是，他闭关出关了，强的有点可怕，居然能炼化魔神母术。什么？姐夫的事情我这边听说了，魔神古术真的被姐夫炼化了吗？你不是知道姐夫的身份了吗？你还怀疑？没有，我只是没有想到姐夫竟然这么强。那个二姐，还过几日我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到时候我就过来魔域找你。好啊，你动身前给我说一声，我看看姐夫愿不愿意去界壁那边接你。好的，二姐。姐夫，我弟说5日后就会来这边。到时候你要一起去吗？还是？老肖，届时帮我去接一下吧。晴儿，我倒是要看看这阴阳永夜魔帝上千年却还能活得好好的小子，命格有多硬。一个跟我二徒弟去寒经绝地历练的陌生晚辈来找我，说二徒弟在那边失去的音讯，找不到人了。看来我得亲自去那边一趟，找找他了。这臭小子也是的，一个路痴去那种地方历练干甚？妥妥的迷路了，真是丢脸。需要我跟着吗？那里面错综复杂，你跟我进去里面，说不准要过几天时间才能回来，除非你直接毁了那边，但那样可能不小心把我徒弟埋在里面。你确定可以几天不回来吗？那你自己去吧，若是需要我，届时给我传音。好，随时联系。爹，淼淼似乎不想去学院。他还小，不去就不去吧，让他在家里休息一天。那好，我们先去学院了。好。爹爹，萧爷爷什么时候回来？还有，我好想雪姨啊！这几天我都听你念你雪姨不止10次了。爹爹，要不你带我去找雪姨吧？真拿你没办法，那走吧，带你去你雪姨家里逛逛。带点礼物去。你好，欢迎2位到来双环天阙，不知2位需要什么服务？帮我跟你们会长说，我带着淼淼来找他。我们会长不经意见人，而且最近在忙着很重要的事情呢。没事，你就跟他说是叶君临找他就行。看样子又是一个想要追求会长的舔狗男。美女姐姐，快点嘛，告诉雪姨我来了。这个小孩叫会长雪姨，难道他们真的认识会长？那麻烦你们等一下，我这就去告诉会长。守卫进入大门进行禀报，
没一会的功夫，雪天飞就与守卫两人闪身出现在大门处。雪姨，雪姨，雪姨，你们怎么来了？叶君临刚要说话，雪天飞发现附近很多人靠拢了过来，于是他连忙拉起叶君临的手说道：“我们换个人少的地方聊。刚才雪姐姐是主动去牵了一个男人的手吗？我的天啊！”那个，刚才不好意思啊，那边人多，所以得赶紧转移，所以匆忙之间才牵你的。这男人的手怎么这么好摸啊？明明每天都要洗几十次手，心里才会舒服的，现在都想忍着几天不洗手了。没事。对了，你们怎么来了？爹爹想雪姨了，所以就来找雪姨了。雪天飞闻言，心里很开心，虽然他知道应该不是这样的，大概是淼淼想找他，但是能听到这句话，他也足够满足了，至少这也说明淼淼已经能接受他了。你的事情处理完没有？还没有。需要我帮忙吗？你能怎么帮忙？不就是抓住叛徒吗？要么吓一吓他们，看看他们会不会自爆出来，要么我试着用其他手段，看看有没有人可疑一些。也行，试试吧。那我去把他们集合起来。先见见你娘亲吧，我也好久没见她老人家了。可以啊，她已经知道你回来了。带我去见见她吧。那我们这算不算是又见家长啊？又不是没见过你娘，我认识你娘的时候还不认识你。对了，这礼物送给你们的。什么礼物？魔神母树的叶子。我已经听说了，魔神母树被你炼化了，这礼物我很喜欢。不仅仅送你，也送你娘亲。没事，我娘不喜欢喝茶。君临送的，我才不和别人分享。叶小子，秦前辈，好久不见。哈哈，不错不错，看起来似乎没以前那么凶煞了。我已经听闻了你最近的事迹，魔神母树都被你炼化了，真是后生可畏啊！苗苗，叫婆婆。婆婆好，我叫淼淼，爹爹的小女儿，往后请多多关照。什么？她都有女儿了，而且还是小女儿。爹爹，婆婆好像不是很喜欢淼淼。没有，小姑娘，我还是挺喜欢你的。这叶小子竟然都有妻子了，哎，多好的准女婿，这就飞走了。淼淼很喜欢雪姨，婆婆你是雪姨的娘亲，那淼淼也喜欢你，以后我们能当朋友吗？女儿啊，你怎么跟情敌的女儿关系如此之好了？你还是我那个女儿吗？小雪，怎么回事？娘，你别管我嘛，我喜欢的是他的人，不管他经历了什么，而且他这不是跟那蠢女人分开了吗？我觉得这正是我进入他心里的好机会呢。还有，没看到吗？这小家伙可太可爱了，我都不用生孩子，免去痛苦，直接当后娘，多好啊！你居然心里能过得去？你确定真的喜欢人家的孩子？你可别因为是在喜欢他忍着一切，不然迟早会出问题。我是真喜欢，你看看这孩子多可爱，你真不想捏捏那小脸蛋？好，可以看出你喜欢这小女娃。不过从这孩子说的话中分析，她似乎还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可不一样，你真能接受得了？娘，你就不清楚了，我感觉跟他大女儿更加合拍，宛如我生的孩子一样。娘，你如今比较难理解，等你看到他大女儿后，你就明白了。来，我们好久没见了，进屋喝喝茶，聊聊天。叶小子，你都炼化那魔神母树了，它顶端的叶子应该有不少吧？此次前来，空手而来吗？都被你独吞了吗？
我回魔灵城一下，帮我照看一下孩子。你啊你，男人比娘亲更重要是吧？他难得送我礼物，我可舍不得给你拿去泡茶喝呢。当然，你要是拿去救命，那就另当别论了。淼淼是吧？来，随婆婆来，你爹短时间应该也没那么快回来。叶小子如今竟然强得如此可怕了吗？请前辈，这些茶叶给你。来吧，一边喝茶一边聊聊你这些年的情况。老婆子我啊，对你有点好奇了。叶君临陪着雪天飞母亲闲聊，淼淼则拉着雪天飞出去外面院子玩耍。两个孩子的娘亲真的再先续不来了，你们和离彻底了。已经过去了，以后我就想好好培养孩子。这样啊，那你有没有想过给孩子们找个后娘？前辈，你不聊这个话题，我们还能好好聊下去。哎呀，你就考虑考虑我女儿嘛，她也老大不小了，追求你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明白她的心吗？我可以保证，她成了你妻子后，绝对不会离开你。你看她还跟你孩子关系那么好，这不是妥妥的后娘人选吗？不是我自卖自夸，我女儿很有能力，这1000多年，这商会能发展到如今这般程度，功劳占据90%。如此有能力的女人，有的是男人追求的。前辈，我刚和离，此事之后再说吧。你就不懂了，我也当过女孩子，我可告诉你，孩子成长期间有很多事情真不能父亲插手，娘亲很是重要。还有，我可以给你保证，你要是娶我女儿，我直接把整个商会当成嫁妆给你都行，你看怎么样？我考虑考虑吧。好吧，那你好好考虑考虑。真的，我年纪比你大许多，实力是比不上你，但见识还真比你多。想要走出前一段感情伤痛，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另找新欢。那个前辈，我此次前来主要是想帮你们解决商会问题。你们要不直接把家族所有高层叫到一起吧，我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揪出其中的老鼠屎。此事你有办法吗？我试试。那行吧，那关于你跟小雪的事情，我们之后再谈吧。娘，怎么样了？说了一遍了，行不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不过我可以看出，你努力了这么多年，似乎有点成果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你避之不及了。那看来是有戏了。叶小子，随便坐吧。这不是永夜魔帝吗？他怎么来了？既然人都到齐了，今日我们聊聊一件事情。小雪，详细说来吧。我发现我们雪家高层之中，似乎有人在暗中使坏，用一种特殊手段，谋划着什么事情，并且引出了一些小问题。他们可能是其他商会的内鬼，也可能是利益驱使，才做了一些影响商会的事情。会长，可有什么发现？若是找到了证据，直接把人揪出来就行。我们绝不容许有害虫存在。你们两人出了。我吗？没错，就是你们两人。出来！家主、会长，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两人有问题吗？说出你们的名字和身份。他说什么，就是我说什么，你们听话照做就行。雪天运，雪家10长老；雪江红，雪家13长老。我问的是你们真正的名字和身份。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家主、会长，这位道友是谁？我怎么感觉他有意要针对我们两人？别岔开话题了，别人或许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你们瞒不过我的双眼。你们两人的灵魂怎么回事？从何而来？如何占据这2位长老的肉身？为了何事做到这种地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2位长老被人夺舍了？不对呀，大地境强者还能被夺舍吗？大长老，如何？他们2人并无不妥。你们实力不足，看不出来。家主、会长，还请替我们做主。闭嘴！道友，你应该是有证据证明他们有问题吧？直接出示证据就行。我的证据是用来说服我自己。家主、会长，
我不清楚这人什么来历，但你们确定任由他一个外人如此污蔑我们吗？你就不怕我们心寒吗？国走。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为何能发现我们。既然都到了这个份上了，那我们也没必要装了。我还是喜欢你刚才说话的样子。你是谁？是我在问你们是谁，而且我耐心快被磨完了。哼，你真觉得你自己很强，在我们圣主面前，你依旧不够看。且等着吧，终有一天你会为自己来到这边，帮雪家的忙而感到后悔。哦，圣主吗？这称呼听起来有点东西。这样吧，要是你们逃得了此处，帮我给你们圣主带句话。以后这雪家商会我永夜魔帝罩着了，你们有胆再来，来一个我灭一个，来一拳我送你们团聚。怎么是这个瘟神啊？别急，慢慢来，我给你们时间。这就是苍云大陆最强者吗？太霸气了，这女婿必须拿下啊！永夜魔帝是吧？你给我记住，我们一定会再回来的。叶君临眼眸红光突然一闪，看到两人的灵魂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脱离了两人的身体，这种灵魂状态哪怕是最顶尖的大地境巅峰强者也无法感知得到。紧接着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就连大地境巅峰强者也察觉不到的极其细微的虚空之口，两人的灵魂正向着这个小口子逃去。叶君临轻蔑一笑，抬手打了一个响指，一个无形的屏障突然出现，将两股灵魂囚禁了起来。两股灵魂疯狂地在屏障中乱窜。叶君临缓缓走上前，伸手朝着一个灵魂抓去，一股黑色焰火出现，直接将这股灵魂燃尽。随后叶君临抓向另一个灵魂。别怕，我就是简单的搜一下你的魂。这是什么手段？能在灵魂之中设置形如密码一样的限制？算了，你也没有对我说什么狠话，放你走吧。灵魂体短暂的停了一下，随后就立即钻入了虚空中的那个小口子，接着就看到小口子开始慢慢收拢。这时叶君临抬手一弹，刚才那个犹如细胞大小的小口子直接被他破开成一个人形可以通过的虚空通道。随后叶君临迈步走入，眨眼消失在原地，在场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下一秒，叶君临出现在一个巨大的红色地底溶洞之中，正好看到刚才逃走的灵魂体被他吓得疯狂颤抖。叶君临没有理会他，因为他在这里感应到了很多异常强大的气息。都刚走没多久是吗？数量很多，反应倒是挺快，还挺谨慎。离开前将虚空修复了一番。你是谁？你是他们的头头。圣主，他是永夜魔帝，救我！我最烦别人大喊大叫。好了，没人再吵，我们继续聊聊。原来是永夜魔帝啊！以前只闻其人，如今见着，果然人如其名，确实很强。回答我，你们来自何方？永夜魔帝，我们并不想与你有过多交集。既然你参与到雪家商会一事中，那我们便给你这个面子，不再对雪家商会出手。好了，有缘再会。养魂经还挺大块，看来这些家伙跑得急，忘了拿这东西了。师尊，叶君临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李苍玄，想看看他知不知道这个神秘组织的事情。说来也巧，李苍玄最近也刚好在调查这个神秘组织的情况，只是一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而这个神秘组织的出现，恰好在叶君临离开魔域之后不久。师尊，你是如何发现血府间隙的？教教我吧，我怀疑我这里可能也有。你现在的实力还做不到，你把所有人叫来，为师帮你看看吧。好的，师尊。李苍玄到大殿，将所有手下召集了过来。叶君临躲在旁边没有出面，凝视了一圈下来，确定了徒弟这里也被混进了一个奸细。那人有问题，不过你最好不要直接揭穿，以后多留意这人，或许能找出他们新的老巢所在。好的，行，这里交给你了，我回雪家了。叶小子如何了？这两人背后的组织有点特殊，不过他们很大概率不会再祸害你们雪家了。当然，具体是否如此，我得偶尔来看看情况。好的，多谢你了。从今日起，你们所有人再小心一些，这边的事情莫要声张出去。他日不管是面对你们最亲近的人，最好都有点防范意识，问一些私密问题，确定对方没问题，再谈论商会大事。永夜魔帝，如果刚才的话语冲撞到了您，我赔个不是。都是自己人，无需如此。
好了，我已经帮你把事情处理完毕，也该回去了。雪姨不跟着我们一起回去吗？你处理完了事情再来吧，前辈，告辞。娘，刚才你听到没有？他说大家是自己人呢。你说他的意思是不是把我当成他的人了？这个怎么说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应该是的吧。叶小子对女儿的态度不像以前了，没准他还真有可能成为我的女婿。叶君临带着淼淼回到萧府后，就叫来了洛丹红，还将他刚获得的晶体拿了出来。我没记错的话，这养魂晶还能用来布置阵法。好大一块，而且品质如此绝佳。可以布置阵法吗？可以，只需半日就行。好，交给你了。事成后，我能帮你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好的。雪姨，你终于回来了，后面会继续在这里住下吗？是的，我安排好了商会那边的事情，以后传音处理那边的事情就行了。好耶，那我以后就能天天见到雪姨了，爹爹也能天天见到雪姨了。君临，你也想天天见到我吗？爹爹，说啊。完事了。此阵法可以覆盖整个院子。不错。这是什么阵法？感觉好舒服。紫萱、淼淼、敏姿，这阵法升起后，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不一样一些？爹爹，我就是感觉到脑门凉凉的，很是舒服，好像吃冰西瓜的时候一样呢。我差不多感觉精神了很多，修炼一天的疲惫少了许多，像是刚睡醒的时候一样。至于其他的，就没有太大的感觉了。爹，我感觉好奇怪。详细说来。刚才这阵法升起的那一刻，一整天的疲惫眨眼间就消失了，紧接着感觉到识海里面似乎结出了一颗冰晶，大概拇指这么大，还有里面有点奇怪的纹路，我弄给你看看。这是冰魄魂晶，我记得魂修炼到渡劫境才能凝结出魂晶，更别说是特殊的冰魄魂晶了。紫萱，你这天赋未免太恐怖了吧？不愧是我女儿。韵仪，你也过来，我传你们4人2门功法，一门是往后修炼灵魂的魔功，另一门则是灵魂攻击秘法。尤其是你们灵魂强度比敌人强大的时候，利用灵魂和神识，不管是攻击别人还是做其他事情，都有极大的作用。好的，姐夫。叶君临将功法传给了4人后，4人就一起去到一旁开始运功修炼。这里就只剩下了叶君临和雪天飞2人。孩子们修炼去了，我们喝茶聊聊天吧。我还有事情，得传音问问萧青逸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喂，你怎么还不回来？可能没那么快回去，说来也是奇了怪了。我越发深入这里面，越加觉得这里面有了变化，我感觉自己也快要迷路了。你一个大地境巅峰强者也能迷路，你行不行啊？我不用你管，不说了，我找到路了。之后的几天，小姨子和孩子们都去学院上课，家里就只剩下雪天飞和叶君临2人。雪天飞便总是有意无意的找叶君临聊天，叶君临也总是找借口躲他。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天，直到今天小姨子告诉叶君临，他的小舅子要来了，叶君临才终于不用每天一个人面对雪天飞了。姐夫，小弟到界壁那边了。你跟着韵仪去趟吧。好的。等会儿那小子来了，我就摆出一副高冷模样，也阴阳怪气回答。最后来上一句，我还是喜欢你以前的桀骜不驯的样子。姐，你来了，姐夫呢？你姐夫没来？姐夫难道还在生我的气吗？二姐，这里。二姐，你的修为真的转换成魔气了啊！我还会骗你不成？飞羽，多谢你了，这东西送你，当做谢礼了。这真的是给我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那我们就先过去了，往后传音联系。好的，江湖路远，有缘再见。小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的师尊洛丹红。晚辈徐轩宇，见过洛前辈。好了，我们回去吧。姐夫啊，姐夫，我的好姐夫，我还是来迟了啊。这小子挺有活啊！
你小子能不能正常点？没看到这里有其他人？我这不是想姐夫你了吗？嘿嘿。你站着做什么？不是，姐，人多，我要面子的。你还有面子吗？舅舅好像小鸡仔啊！这小子有点东西啊！我很少能见到比萧清逸那老东西还不要脸的人。这小子比之那老东西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坐下。姐夫，你这是原谅我了吗？看你以后表现。我肯定表现很好的，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绝无二话。云姨，给你这傻弟弟介绍一下大家吧。这位是王断山前辈，魔域最强的炼器师。您就是王断山前辈，永夜魔帝专属炼器师，为永夜魔帝锻造了2件至宝，苍云大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强炼器师。前辈，您也是我的偶像之一，请受我一拜。这小子有点东西啊！哈哈哈哈！想不到老夫的名声连仙虚那边也如此响亮啊！那是自然的，您的形象跟我脑海之中想的简直一模一样，高大威猛帅气。你小子不错，这把剑就送你了。10品宝剑啊，多谢前辈。老王也不行啊，这么几句话就被这小子的嘴夸成这样了。这是雪天飞，怪不得我远远见着就惊为天人，原来您就是雪天飞前辈啊！哎呀，我从小就听说您的事迹了，您对永夜魔帝的爱恋简直是我对爱情的启蒙。我一直以为你能跟永夜魔帝在一起，也一直希望永夜魔帝能跟你在一起，你们不能在一起，简直是天理难容。只是没想到，哎，不过没事，您还有机会。我姐夫如今已经……想不到我在那边名气还挺大，也影响了不少人嘛。我看你小子人不错，我没带什么东西。给你1000万绝品魔晶吧，拿去花。不是，你们闹哪样了？这样就被这小子拿捏了吗？这位是独孤魔帝，也是姐夫的徒弟。您就是独孤魔帝？没错。想不到本人如此之帅，简直比我听说的还要帅太多了，简直跟我姐夫一模一样啊！我刚才甚至还想着你是我姐夫的双胞兄弟呢。你看看这无双气质，这强大的修为气息。是这样吗？我跟我师尊很像，真的假的呀？那必须真的啊！我可跟你说，我看着我小外甥陆正然长大的，他是我姐夫的亲儿子，但我感觉你比我小外甥还要像我姐夫。你们2人往外走，定然有人会问，你们是不是父子吧？你远道前来魔域这边，日后还要在这边久居。我是这边的魔帝，这块传音玉简给你，他日遇到了什么事情，直接跟我传音就行。真的啊，感谢魔帝大人。你还真是厉害啊，他们想听的点都被你给找出来了。我说的都是自己想说的真心话啊，嘿嘿。你们都回避一下吧，我有点话，单独跟这小子聊聊。姐夫，谢谢你帮了我。我可什么都没做。姐夫的恩情我懂的。身体如何了？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不过丹田全废，经脉寸断，已经不能修炼了。姐夫，我应该是没得救了，而且我也算是罪有应得，你不用管我的，我就在这里好好度过余生就好了。原本我还想找一个苍云大陆最强炼丹师帮你，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成全你了。真的吗，姐夫？偶像，我的好偶像啊！嘿嘿。那从今天起，这院子里所有卫生、所有家务都由你来做，让我满意了，我或许还能帮你。若是让我有一丁点不满意，等着以后受冤用尽，苍老而死吧。没问题，都听姐夫的。舅舅，以后你就在这里不回去了是吗？是的。好耶，那舅舅你以后就在这里住下了是吧？以后舅舅就好好弥补淼淼。淼淼，你想要舅舅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那舅舅，你跟我一起吃西瓜吧。萧爷爷不在，你陪我吃。淼淼，萧爷爷是谁？萧爷爷是淼淼的好朋友啊，他是魔域的雷萧大帝。可是萧爷爷不知道去哪里了，都有几天没有回来了呢。我感觉萧爷爷跟舅舅有点像，具体哪里像，说不上来。原来是雷萧大帝，那可是姐夫的朋友之一啊，可惜了，今日没在此处见到本人。他似乎挺想见你的。是吗？好家伙，我居然如此受他老人家注意。舅舅，可惜你没有修为了，不然在这里你肯定能突破到大地境修为的。这是什么术啊？我怎么感觉他好厉害的样子？那是提升悟性的术，名字就叫做魔神母术，已经被我爹炼化成了宝物，种在了这里了。什么？你说什么？魔神母术？玄宇，你二姐不久前给我的叶子，你可知道是什么叶子？你觉得是什么叶子呢？居然是魔神母树叶子，而且是最顶端的叶子。这样啊，那你赚到了，好好珍惜吧。嘿嘿，这太珍贵了，而且你赶紧问问你二姐从哪弄来的，她是不是不知道这是魔神母树顶端的叶子？这种东西可是不可能简简单单得到的啊。这个怎么说呢？有时候吧，似乎也挺容易得到的。我刚才没有听清楚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飞羽啊，你别问我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听说过易如反掌和举手之劳这两个词没有？我此刻第一次如此直观的知道了这两个词的具体意思了。好了，不跟你说了，那叶子你就收好吧，我二姐给你了，那就是你的了。